这个男人拥有可契约万物的能力，但残酷的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生物会愿意被人奴役。为了在这个残酷的世界活下去，他打算自己开创一条新的道路，通过自己的能力契约自己，让自己成为自己的召唤兽。张平前世作为救援队员，却因一场事故而死亡。死后的他穿越到了这个有着异化兽和觉醒者的奇幻世界，而这一世的张平也同样觉醒了能力，并且还是只要有生物自愿接受契约宝石，就可以被召唤师所主宰的强大能力。这本该是一个十分强大的觉醒能力，但却有着一个十分明显的缺点，那就是生物必须完全知情和资源才能和自己签订契约。张平望着自己手里拿着一块绿色的六面晶体，不禁失了神，这正是他的觉醒能力——契约宝石。望着旁边的苏静瑶，张平立马呵笑道：“苏静瑶，要不要吃糖？我请你。”苏静瑶看了一眼那枚晶体，不禁一脸嫌弃道：“滚！谁会想被你控制啊？”张平闻言立马就直接躺平，无奈道：“开个玩笑而已嘛。”张平想到自己那鸡肋的能力，不由暗暗吐槽了起来。原主就是这能力太废，差点被活活气死，还好有我穿越过来，靠着前世的心理素质，才让这身体挺了过去。见张平摆烂，苏静瑶顿时就炸了。世界那么大，肯定会有生物愿意让你操控的。而张平却一脸绝望道：“说得倒容易，除了我自己，还有谁愿意啊？”说到这，张平忽然猛地灵感一闪，升起了一个大胆的想法：等等，我可以契约我自己啊！之前怎么没想到啊？紧接着，在苏静瑶一脸惊恐的目光中，张平干脆就将那枚契约宝石直接往嘴里塞去。在吞下晶体之后，一股幽绿色的光芒忽然猛然从张平的体内涌出，敏锐地察觉到身体出现轻微的变化，这种变化难以言述，有点人剑合一的味道。融合的过程很快，张平身上的那股微弱的光芒，仅只是持续了片刻，就开始缓缓消散了开来。见张平居然这么鲁莽，并且还出现了奇怪的异象，苏静瑶顿时就有些急了：“张平，你没事吧？”张平见状连忙摇头道：“没事。”闻言，苏静瑶顿时就松了口气，以后别这样了，多吓人啊！随后苏静瑶便直接起身道：“时候也不早了，该回宿舍了。”说完，苏静瑶忽然顿了顿，再次开口道：“明早我就得去巡防队报道，你不用等我了。”张平闻言不由神情一滞：“你真的打算毕业了吗？”苏静瑶很干脆的点了点头，然后抬头望向远方回应道：“书本上的知识我已经全部掌握了，接下来只有靠实战才能进一步提升自己。”说到这，苏静瑶忽然转身朝张平鼓励道：“别灰心嘛，等你哪天变强了，我们说不定还能一起共事呢。”而因为能力无用被学校分配到农民职业的张平只好讪笑道：“得了吧，我还是到乡下种田吧。”一想到要就此分别，张平不由暗暗嘀咕道：“以后估计很难见面了吧？”虽然他是原主的青梅竹马，但就这样分别还是有点舍不得，真想给他一个拥抱啊！在这个念头出现的瞬间，张平的身体忽然不受控制，脱离了意识，直接朝着苏静瑶走了过去。紧接着，张平的身体就猛地张开双手，一把将一脸懵逼的苏静瑶给用力的抱在怀中。张平这大胆的行为，瞬间就将苏静瑶给弄得满脸通红，而张平的意识也同样震惊，身体怎么自己动起来了？苏静瑶在回过神来后，连忙挣脱了张平的怀抱，快步就朝宿舍走去。见苏静瑶慌乱的跑开，张平连忙开口道：“一路保重啊！”闻声，苏静瑶也身形一转，朝着张平告别道：“你也是。”在告别了苏静瑶之后，张平望着自己的身体，不由暗暗嘀咕了起来：“话说刚才身体不自觉的就抱上去了，我下意识的命令了我自己吗？是偶然吗？”这个男人才刚跟自己契约完，居然就发现自己所在的学校处处都存在危险。就在刚刚，张平在跟自己签订契约后，忽然发现只是一个无意间的指令，身体居然就自己行动了。随后张平就开始测试自己能将身体控制到什么程度。在尝试了一些高难度指令后，他又再次尝试让身体使用武术。在经过一番折腾后，张平的身体彻底扛不住了，直接扑倒在地。现在张平几乎可以确定的是，他几乎可以让身体做出任何动作，但前提是不能脱离正常人的范畴，比如飞行或者变成其他物种。此外，有些动作之前没有联系过，也能根据记忆有样学样的做出来。所以理论上来说，现在只要他的体能达标，各类武学都能手到擒来。只要想办法提升体能就能变强。在休息片刻后，张平便猛地从地上坐起。现在的他还有一个问题需要验证。很快，一夜的时间就过去了。张平在睁开眼睛后，却发现自己并没有在家里。在看了看四周的环境后，张平不由暗暗震惊道：“这里是食堂吗？”就在这时，张平就忽然感觉身体传来一阵剧烈的刺痛感。望着自己那抖个不停的双腿，他立马就回想起自己在睡前下达了晨跑的命令。张平的双眼不禁微微一亮，嘴角微微翘起，露出一丝笑意，暗暗窃喜道：“身体在我睡着的时间里自己去晨跑了吗？太好了，昨天的设想果然没错，身体在大脑无意识的情况下也能执行指令。”一想到这，张平立马就开始左顾右盼，暗暗嘀咕道：“应该没人注意到我吧？”就在这时，不远处就传出一阵喧哗。张平见怪不怪，在看到那名女子后，他就知道是隔壁班的校花洛诗雨来了。可就在张平准备开始吃早餐的时候，却忽然听到身后传来嘎吱嘎吱的动静。就在张平眼眸一瞥的瞬间，他的瞳孔
孔瞬间就猛地收缩。卧槽，那是什么东西？只见距离张平不远处居然出现了一只2米直立的巨大狐狸，就这么大摇大摆地站在所有人中间，抓起一名女同学就这样进食了起来。但整个食堂的所有人竟然恍然不觉，就好像并没有发现他一样。望着那个巨大的狐狸，张平顿时就慌得一批，这是什么情况？这根本就不是洛诗雨啊！就在这时，那只巨大的狐狸在经过张平身边时，忽然用沙哑的声音招呼道：“你的脸色不太好啊，张平同学是不是生病了？”而在常人看来，却仅仅只是2人普通的打招呼，并没有任何异常。见张平默不作声，那只巨型狐狸立马就弯下身来，用巨大的爪子按住了他的肩膀，而张平则连忙给身体下令道：“冷静下来，冷静下来。”下一秒，张平就面不改色地摇了摇头道：“没事，只是昨晚做了个噩梦，没睡好而已。”随后张平就缓缓起身，然后一脸笑呵呵地边走边开口道：“对了，待会还有课，我得走了。”那幻化成洛诗雨的巨大狐狸立马就锁定了张平，思索了起来。恐惧的味道，是我的错觉吗？而张平在离开了食堂后，不由边走边暗暗嘀咕道：“为什么学校里会有异化兽？没人发现他们吗？难道刚刚是我眼花了吗？”不过张平觉得眼下还是要先跟老师报告要紧，当即他就连忙打开了教室的大门。可一进门，张平的脸色立马就骤然一变，哪怕他两世为人，但还是被眼前的景象给镇住了。只见教室内正趴着一只巨大的异形狐狸，正抓着一名女同学在肆意的进食。这惊人的一幕瞬间就打碎了张平汇报的念头。这个男人在第2次吞服自己的契约水晶后，竟意外觉醒出新的能力。就在刚刚，张平在发现自己的老师居然也是异化兽幻化的之后，便快步的远离了教室。在来到了天台之后，张平顿时就一脸绝望的哀嚎了起来。不对劲，这里难道是人间炼狱吗？卧槽！望着从衣服中掉出的契约宝石，张平不禁嘀咕道：“说起来，我是吃了这玩意之后才看得到异化兽的。不管怎么样，让我恢复正常吧。”当即张平就直接将那枚觉醒宝石再次往嘴里塞去，希望以此让自己恢复正常。在吞下宝石后，张平与昨天的那种人剑合一的感觉完全不一样。这一次他感觉类似于天人交感，整个人仿佛得到了升华。在张平睁开眼的瞬间，他只感觉整个世界都变得明亮艳丽。他看向不远处的地面，敏锐地嗅到一丝血腥的气味，顿时他的眼前就弹出一个鉴定中的提示框，紧接着就出现鉴定成功。画面回放的提示，只见那滩血迹上忽然出现一位学生，而一只异化狐狸猛然扑到了他的头上，直接将其当场干翻。在张平看完回放之后，那抹影像立马就开始迅速消散，他顿时就愕然了：我这是觉醒了鉴定术吗？当即张平就低头看向自己，在盯了大概1分钟后，突然一行行文字开始浮现在他眼前：召唤兽张平，主人张平，种族人类，等级成长值3星，体力11，力量12，敏捷11，天赋契约宝石，可主宰自愿吃下宝石的任何生物。鉴定术初级，能看到自身具体数值，可对目标进行鉴定，鉴定成功率与双方实力差距有关。望着自己的属性面板，张平不禁眉头一紧，猜测道：这新天赋来的莫名其妙，难道跟我再次吃下宝石有关系吗？为了不引起注意，张平还是回到了教室上课，但他还是连忙开始分析起自己目前的情况。现在我成了自己的召唤兽和契约者，我只受契约者控制，身体和精神都不会受到外界的干扰。因为第2点的存在，任何幻术都对我无效，我因此可以识破异化兽的真身。这些异化兽都是天长狐，并且等级很高，我现在才1级，根本不是对手。而且天长狐靠着认知扭曲这个逆天技能，即使当面进食，在别人眼里也只是2个学生在正常聊天，所以其他人都察觉不到异样。在理清了思绪之后，张平不由暗松了口气。既然是精神控制类的能力，我记得苏静瑶的能力也是精神类，说不定他会有办法。放学之后，张平便快步离开学校，他准备去巡防队找苏静瑶，顺便看看城市里到底有多少异化兽。张平走在街上，心中是越发的震惊，他没想到校外也有，并且数量还不少。张平根本不知道天长狐的数量有多少，他立即意识到天长狐恐怕已经渗透整个明珠城了。很快，张平就来到了一座宏伟的大厦前，这就是明珠城的巡防队总部。随后张平也没浪费时间，直接就来到了咨询台前。负责接待的小姐姐一看到张平，立马就一脸和善道：您好，请问有什么需要？张平在看到接待员后顿时心头一震，然后面不改色道：我来找个人，苏静瑶，她应该是今天来报道的。而化身成接待员的天长狐闻言便点了点头，接着一边查阅记录一边回应道：好的，请您稍等。在远离了那只天长狐后，张平立马就开始暗暗分析了起来。巡防队里也有天长狐吗？连高级觉醒者也无法识破他们的幻术吗？就在这时，一旁忽然传来苏静瑶的声音：张平，你来这儿干嘛呀？见是苏静瑶出来了，张平便连忙起身呵笑道：就是有点担心你会不适应，所以来看看你。而苏静瑶则转身开口介绍道：没事，我来介绍一下，他们都是我的队友，大家都挺照顾我的。闻声，张平立马就循声望去，在看了一下苏静瑶的队友们后，他忽然有点黯然道：是吗？那太好了。可苏
苏静瑶却没有留意到张平那细微的变化，还一脸激动道：“今后我要努力变强，将来外出讨伐异化兽，为我爸妈报仇。”说到这，苏静瑶忽然凑到张平跟前邀请道：“对了，我们还缺人，要不要我把你妹推到巡防队啊？”张平闻言连忙挠了挠头拒绝道：“不了，我的能力帮不上什么忙，我还是比较适合去种田。”随后张平就直接转身摆手告别道：“看来你适应的不错，我就不打扰你了。”在转过身去的瞬间，张平立马就紧咬嘴唇，将心中的不甘掩盖下来。只见苏静瑶以及他的队友已经不再是人类，全都是由天长湖所幻化出来的。但张平现在根本就不是天长湖的对手，他只好默然离开，在心中暗叹一句：“再见了，苏静瑶。”这个男人意外发现自己竟是天长湖族群所圈养的储备粮。就在刚刚，张平发现今天才刚去巡防队报道的苏静瑶，居然就已经遇难，被天长湖幻化顶替了。随后，张平在走出巡防队总部后，不禁在心中大吼道：“开什么玩笑？不是说巡防队是明珠城最强的吗？怎么也全军覆没了？”一想到苏静瑶，张平顿时捏紧拳头，不甘道：“苏静瑶明明是今天才刚来的，竟然也遇难了。”张平虽然心里憋着一把火，但越愤怒反而越冷静。他立即就明白自己眼下的处境很不妙。望着遍布天长湖的明珠城街道，张平这一刻终于明白了，看来天长湖渗透的不只是学校，而是整个明珠城，而明珠城的所有人都是他们所圈养起来的畜生，是他们的粮食。接下来张平就开始冷静的观察，他通过鉴定术调查到了一些事情。大多数天长湖等级在中高级之间，1到9为初级，10到19为中级，20到29为高级，30到39为顶级，40级以上为王者。而拥有大量高级觉醒者的巡防队却不敌他们。杀害洛诗雨的那只很强，我的直觉告诉我，一旦对他使用鉴定术，就会被锁定位置，所以他恐怕是顶级，甚至是王者级的存在。其他天长湖能越级打败觉醒者，一定也是他造成的。不同于普通异化兽，天长湖的智力很高，且擅长伪装，表面上与人类和谐共处，但那也只是表面上。他们优先下手的目标，要么是潜力大的学生，要么是加入巡防队等关键部门的学生，或者社会地位显赫的人，而剩下的人则只是他们圈养的储备粮，因为威胁不大，反而不会急着下手。一想到这，张平顿时压力陡增。与天长湖正面对抗，无异于自寻死路，可我也不能眼睁睁看着无辜民众送死。如果我能变得更强的话，说不定有机会。时间过得很快，1周后，凌晨还没到4点，张平就已经苏醒了。在起床了之后，张平不由打了个哈欠。最近醒得越来越早了，看来体能提升的越多，身体需要的休息时间越短。经过1周的锻炼，张平坚持锻炼体能，等级已经提升了1级。除了锻炼，他每天还会尝试生成宝石，然后吃下宝石，希望能像前2次那样获得能力或天赋。但自从他觉醒了鉴定术后，生成出来的宝石都是无色的，吃下去并没有任何效果。但今天张平再次凝聚出一枚契约宝石，不一样的是，这次的契约宝石居然又有颜色了，而且还是紫色。虽然这个颜色让人很没有食欲，但张平还是直接将其吞入腹中，期望着这次能有效果。在吞下宝石之后，张平突然感觉万籁俱寂，似乎整个世界都失去声音，好一会才从寂静中脱离出来。蟋蟀声、蛙鸣声重新响起，随后张平就连忙对自己释放了鉴定术，属性面板立马就显示：张平等级2，成长值4星，体力13，力量13，敏捷15，契约宝石等级2，等级2觉醒新天赋，已触发。夜行者初级，获得黑夜视觉，并且夜晚存在感大幅度下降，行动速度大幅度提升，体重下降，处于阴影处完全隐身。在看完面板后，张平顿时就惊喜道：果然又觉醒了新天赋，以后能在夜间外出调查了。在看到契约宝石提升到了2级后，张平不禁猜测道：这次连契约宝石也升级了，难道跟我自身等级相关吗？一想到这，张平对未来立马就充满了信心。难道说我每升1级就能觉醒1次新天赋吗？那岂不是无敌了？炸了炸了！天长湖首领竟带着一群小弟来到了张平所在的房间。就在刚刚，张平在获得了夜行者天赋后，立马就将天赋发动，在一抹漆黑的暗系能量将它包裹起来后，他不禁咧嘴一笑道：事不宜迟，现在就去锻炼，顺便试试新天赋效果如何。在跑了几圈之后，张平能清晰地感受到视力提升以及体重下降都会有十分明显的感觉。黑夜视觉的加持下，漆黑的环境也变得明亮起来了。就在这时，张平忽然敏锐地发现，操场的草坪上居然躺着一枚亮闪闪的戒指，他的注意力立马就被吸引住。张平见状，连忙取消了晨跑的命令，然后果断转身走回去捡起戒指。他发现戒指的材质看上去不像特别珍贵，但偏偏做工精细，不像是普通的装饰品。当即张平就朝着戒指连续发动了鉴定技能，一般的物件鉴定很少失败，在连续失败了10多次后，这才成功的鉴定出来。顿时一串文字就显示在张平眼前：暗杀戒指，佩戴戒指后，所有生命体都会下意识忽略佩戴者，高级觉醒者以上可免疫。在鉴定成功的同时，张平忽然猛地瞳孔一震，眼前自然而然地浮现出一幅幅画面，紧接着鉴定术带来的画面回放就开始出现在张平眼中。
只见一个身穿白衣、脸上戴着黑色面具的男子，正和幻化成洛诗雨的天长湖在操场上交手。而张平立即就发现白衣男子手上佩戴的正是自己刚刚捡到的那枚戒指，显然他就是戒指的主人。当即张平就暗暗猜测了起来，常人是没办法看穿天长湖的真身的，洛诗雨在他眼中应该是人类才对，那他是洛诗雨的仇家吗？只见画面还在播放，白衣男子明显不是天长湖的对手，不但在一个照面间就被斩下3根手指，同时腹部还被重伤。看到这，张平立马就开始冷静地分析起来，洛诗雨不可能有仇家，他是孤儿，并且以他的为人，不会和人结仇。一想到这，张平不禁捏了捏下巴，开始分析为什么会有人对洛诗雨出手。现如今他只能想到一种可能性，那就是除了他以外，还有其他人在明珠城暗中对抗这些怪物。就在张平思索之际，不远处忽然出现一道天长湖的身影，同时传出一道沙哑的嘶吼，是谁在那里？可就在天长湖赶到张平所在的位置时，却发现地上的那枚戒指已经不见了。顿时他就大喊了起来，戒指不见了，一定有人来过。当即天长湖就开始伏在地上仔细地嗅着周围的气味，不过他却发现没有任何气息。顿时他就暗暗猜测了起来，怎么可能没有气息？能瞒过我，必定是中级以上的觉醒者。当即天长湖就连忙远离操场，同时慌张道，得赶紧通知王子殿下才行。隐藏在不远处的张平闻声立马就暗暗分析了起来，原来如此，他们是故意把戒指留在这里的。望着手中的戒指，张平感觉如果现在放回去的话，反而更加可疑，只能先将戒指留下来了。时间过得很快，张平在回到宿舍后，时间已经来到了凌晨的5点半，天色已经微微发亮了。张平看了看戒指，不禁有些庆幸，刚才因为天还没亮，夜行者和暗杀戒指完全隐藏了我的存在，看来实力不仅限于自身的力量，也可以靠装备来提升。与此同时，男生宿舍楼内，一群天长湖正朝着张平所在的宿舍快步赶来，而张平的意识忽然出现一阵恍惚，耳边忽然传来一阵熟悉的声音，张平，躲起来。闻声，张平的脸色瞬间一变，有些惊慌的朝四周慌乱道，谁？是谁在说话？恍惚间，张平仿佛看到了苏静瑶的身影出现在自己的身旁，她的身体朦朦胧胧，唯有一双眼睛清澈如水，那双好看的杏眼正焦急地望着自己，同时传出她焦急的声音，他们已经来了。几分钟后，幻化成洛诗雨的天长湖带着一群小弟猛地就打开了宿舍的门，悠然走进了张平的宿舍，而时间也仅仅距离张平回到宿舍后只是过去了几分钟而已。那群天长湖在宿舍转了一圈后，接着走到了张平的床面前，低头平视着正在熟睡的张平。安静的宿舍，这一刻只有张平均匀的呼吸声。幻化成洛诗雨的天长湖在锁定了张平后，立马就伸出了利爪，然后静静地看着张平，发出了一抹狞笑，是他吗？那就给我去死吧。话音刚落，天长湖那狭长的狐狸眼忽然微微眯起，然后猛地将左手的爪子高高举起，然后迅速凝聚猩红的能量团，眼看就要对准张平的脑袋砸。男人本想去买点装备旁身，可却没想到武器店居然全被天长湖给占据了。就在刚回到宿舍的张平，却发现天长湖首领居然带着小弟找上了自己。为了避免暴露，张平明知天长湖来袭，却依然果断给自己下达沉睡的命令。而天长湖在伸出利爪后，忽然停在张平的脑袋上，暗暗思索了起来，竟没有一丝情绪波动。这废物若是漏网之鱼，势必会跳起来搏命，而且我也没有感觉到戒指的气息。身旁的小嘎嘎在看到首领收回爪子后，不禁疑惑道：王子殿下，为什么不干掉他？此人天天晨跑，偏偏今天没去，此事定有蹊跷。而天长湖首领却转身默然道：不是他，他只是个没有利用价值的食物。说到这，天长湖首领忽然猛然探出利爪，命令道：不要随便浪费食物。小嘎嘎立即意识到自己多嘴了，马上低头垂尾，一脸恭顺匍匐在地。半小时后，本来还处于熟睡状态的张平忽然猛地睁开眼，在确认天长湖已经离开后，张平立即就将嘴中的戒指吐出，庆幸道：好险，吓死我了。望着手中的戒指，张平不禁嘀咕道：我居然忘记了自己会天天晨跑的事，还好刚才命令身体强行睡觉，没露出破绽。一想到刚刚那熟悉的声音，张平在此陷入了疑惑当中。话说之前好像听到了苏静瑶的声音，是错觉吗？不过旋即张平就摇了摇头，暗暗决定道：我在多愁善感什么？抓紧变强为他报仇才对。总之，为了不引起天长湖的怀疑，先假装照常生活吧。随后张平去食堂吃早餐，而一旁的学生则开始议论了起来。你听说了吗？今天巡防队在咱们学校旁发现了一具被腰斩的尸体，而且那尸体居然是臭名远昭的黑死星明珠城第一杀手，上一任城主就是被他给打伤了，最后就上复发英年早逝。张平闻声不由脚下一滞，暗暗思索了起来，腰斩，莫非说的是那个被干掉的白衣人吗？一想到这，张平的脸色立马就凝重了起来，连第一杀手都被轻松干掉，洛诗雨的实力果然深不可测。这次将尸体公之于众，是想警示那些与天长湖作对的势力吗？张平知道之后天长湖他们肯定会加强戒备，当即他就暗暗决定道：得赶紧找几件装备防身才行了，待会上完课就去铁匠铺转转。下课后，张平便连忙从学校中出来，朝着商业区的位置走去。不过张平在逛了一圈后，却
却发现城里的铁匠铺似乎已经被天长湖给控制了，而且这些天长湖的等级还不低，鉴定好几次全都是失败。可下一刻，张平的眼前忽然浮现出一个鉴定成功的提示：鉴定成功100次，鉴定术初级晋级为鉴定术中级。见鉴定术忽然升级，张平的瞳孔立马猛地一缩。异化兽天长湖，种族异化湖，成长值1星，终极异化兽，等级15，天赋认知扭曲，能够修改目标生物的认知，并强行使目标无法察觉到异常。这一次天赋升级，竟让张平拥有能鉴定出对方成长值的能力。男人好不容易找到一家由人类经营的铁匠铺，可却没想到竟会被美女拦路。就在刚刚，张平因为鉴定成功了100次，意外的将鉴定术提升到了中级，并且新增了能看到对方成长值的能力。不过张平在鉴定术升级后并没有马上去研究，他知道现在当务之急是要先找一家没有被控制的武器店。随后张平就路过一家名为铁之魂的铁匠铺，里面正传出一名男子的声音：我这可是上等的好货，你看这纹理和光泽。说到这，男子忽然一脸得意的挥舞手中的武器，开口道：看在你也不容易，要是你愿意收购，我就忍痛给你个最低价。可老者却在呼出一口烟雾后打断道：你说什么？你说我女儿在等我吃饭吗？金毛男闻声立马就炸开了锅，他忍不住的怒拍桌子大吼道：老东西，你聋了吗？可就在这时，张平忽然进入到店铺内，然后拿起那柄细剑开始挥舞了起来。在观摩了一会后，张平直接无视金毛男，对着武器就使出自己的鉴定术。顿时一个提示框就出现在张平眼前，华丽的单手剑，品质普通，中看不中用的武器，并且曾经折断过，修复的很差。而金毛男见武器被拿走，立马就伸手想要夺回去，同时恼怒道：臭小子，敢抢劳资的东西！见此情景，张平顿时就慌了，他连忙出声提醒道：等等，这把剑会断。话音刚落，金毛男在抓住剑身后猛地一扯，那柄细剑就直接咔嚓一声，当场一分为二。这下金毛男是彻底炸了，他立即发动自己的天赋能力，同时大吼道：可恶，敢坏劳资的好事！紧接着金毛男身上就猛然爆发出一阵雷光，朝着张平愤怒的斥喝道：你知不知道劳资是谁？下一刻，金毛男身上的衣服忽然被他体内涌出的力量给撑爆，他立即朝着张平摆开架势，冷声道：劳资可是形意武馆马大师的亲传弟子，看招！话音刚落，金毛男脚下忽然猛地一动，直接朝着张平飞速袭去。顿时张平周身就出现5道雷光，这正是金毛男的看家本领闪电5连击。金毛男的快速移动，瞬间就在张平身边形成5道分身，同时朝着他发起猛攻。下一刻，却忽然传出啪的一声，张平仅仅只是随意的扫了一眼，就看穿了金毛男的本体，抬手对着他的脸就是一巴掌。被打趴的金毛男立马就委屈的哀嚎道：年轻人不讲武德。而张平见金毛男这么弱鸡，不禁有些好奇的对他使出了鉴定术。姓名刘保国，种族人类，成长值1星，等级初级觉醒者，天赋惊天动地无敌狂霸魂元气，使用任何招式都会自带强烈特效，但只有使用者本身能看到。见金毛男只是个普通的1级觉醒者，张平便转身摆了摆手，暗暗嘀咕道：这人是来搞笑的吗？可金毛男见状却忽然露出一抹得意的狞笑，敏锐的抓住这个时机想要偷袭。可身为2级觉醒者的张平仅仅只是一拳就将他给揍趴，顿时张平就有些无语道：还想偷袭我？到底是谁不讲武德呀？可就在这时，屋外却忽然走进一道人影，望着倒地不起的金毛男，女子忽然饶有兴趣道：我才出去多久，铺子就变得这么热闹？说到这，红衣女子忽然朝底下的金毛男摩拳擦掌，冷声道：你是自己滚，还是让我送你一程？见此情景，金毛男立马就连滚带爬的朝街道外跑去，而张平也不禁暗暗嘀咕道：我还是再去看看其他店吧。可就在这时，红衣女子忽然猛地拦住了张平的去路，开口道：你留下。随后女子就上下仔细打量了张平一番，然后直截了当道：我们聊聊。这个男人只是练习了一下打铁，却没想到竟意外觉醒新的能力。就在刚刚，张平本想离开铁之魂铁匠铺，可没想到却被红发女强行留住。张平见红发女子居然要跟自己聊聊，他顿时就有些愕然了。聊什么呀？而红发女却忽然猛地凑到张平的跟前，淡笑道：我一单身的弱女子，每天为了生活奔波，还要照顾因为女儿失踪变得糊涂的叔叔。我看你身体挺好，人品也不错，要不……而被压到墙上的张平顿时就有些羞涩。你的意思是？话音刚落，红发女立即就一把将张平的头搂住，大笑道：留下来当个铁匠吧，照顾刘铁峰老爷子，顺便帮忙看店，当然包吃包住还有工资。闻言，张平立马就暗暗思索了起来，如果学会了锻造，以后倒是能省不少买装备的钱，而且这家店看样子也没被天长湖控制。当即张平就果断的答应下来。好，我是要成为铁匠王的男人。红发女见张平答应，立即就激动的给他一巴掌，大笑道：哈哈哈，好小子，不愧是我看上的人。亲身感受到红发女那强横的力量后，张平不由暗暗嘀咕道：我还是先从他手里活下来吧。几天后，铁之魂铁匠铺内忽然传出强姐的声音，再用力点张平弟弟。张平闻声不禁担忧道：求强姐，我们这样真的没关系吗？可仇强却毫不在意的满意道：没事，不会有人来的，很好，很不错。望着在认真揉铁团的张平，仇强不由连连点头道：这就是我们独家技术和面锻造术，像和面团一样搓揉，让各种材料充分融合。见张平的制作进度已经差不多了，仇强便干脆的转身道：你在这等一会，我去仓库把模具拿过来，燃料就放在旁边的桶里，千万别让火灭了。张平闻声立马就点了点头，接着双手慢慢的搓揉，虽然隔着防火手套，
抗，但他确实感觉到这团类似于面粉但又比面粉硬的材料，不同的区域手感并不相同。好一会之后，张平忽然发现炉子的火要灭了，可望着旁边那2桶材料，他却泛起了难。这些都是燃料吗？为了让炉子的火继续燃烧下去，张平也顾不得其他了，他直接就将那2桶东西全都放到炉子当中，在加入了燃料之后，张平便再次将铁球放回炉子当中继续加热。可就在这时，炉子忽然迸发出无比强烈的火光，显然是赤炼蛇磷和煤炭之间产生了可怕的反应。炉子所爆发出的烈焰极为恐怖，一下子就将张平给吞没掉。感受着烈焰的包裹，张平的意识不禁暗暗嘀咕道：我这是死了吗？可就在这时，张平的心脏位置却忽然出现一张诡异的嘴巴，而原本包裹在他身上的那熊熊烈焰竟全部被这张诡异的嘴巴给吞没掉。炉子中的火焰不断冒出，而张平身上的那张嘴则不断的将这些火焰给吞噬。一时间，张平就觉得自己的体内就像熔炉一般，让他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燥热。不过这也仅仅持续了片刻功夫，赤炼蛇磷所产生的火焰就全部被吞噬殆尽了。而张平那惊恐未定的瞳孔中，隐约间似乎浮现出了火焰，他身上这番惊人的变化，瞬间就让他呆愣在了原地。这个男人好不容易发现一只低级天长狐，可却没想到却遭到死亡威胁。就在刚刚，张平在练习和面锻造术时，意外觉醒出了新的天赋。在火焰爆发和被吞噬之后，张平不禁有些惊魂未定道：火怎么灭了？就在这时，张平能明显感觉自己的心脏在狂跳不止，甚至能清晰的听到咚咚咚的声响。顿时张平就感觉自己的心脏处奇烫无比，他连忙对自己使出了鉴定术来一探究竟。张平等级3，成长值4星，体力15，力量15，敏捷18，天赋契约宝石3级，3级额外效果已触发。新天赋食火者初级，可通过吞噬火焰转化为火元素能量储存在体内，还可以随时释放能量，直至火元素储能耗尽。目前火元素能量100满值。张平看到自己的天赋面板，不由暗暗震惊道：成长值又提升了，集合之前的情况，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觉醒新天赋加成长值，升级旧天赋消耗成长值，只要我不断觉醒新天赋，那成长值就是无限的。可是我记得其他人的成长值都是有限的呀，难道只有我能觉醒多个天赋吗？望着新觉醒的食火者天赋，张平立马就明白了过来，刚才是食火者把火灾给吸收了吧。旋即张平就开始暗暗分析了起来。话说回来，我早上就已升到3级，吃下了3级宝石，怎么傍晚才触发宝石的效果呢？难道是需要某种契机吗？就在张平思索之时，仇强忽然打开门进来，讶异道：怎么回事？屋里怎么成这样了？在看到已经空了的燃料篓子后，仇强立马就握住张平的手，激动道：等等，你不会是把赤炼蛇磷给丢炉子里了吧？那玩意会爆炸，都怪我忘了告诉你。张平见状不禁有些不好意思道：强姐，那个屋里损坏的费用。而仇强在把模具放到桌上后，忽然出声打断道：说什么呢？你人没事就好，不过你是怎么把火灭掉的？赤炼蛇磷燃起的火可不好灭。而张平则挠了挠脑袋，讪笑道：那个，说来话长。就在这时，仇强忽然被炉子上的材料给吸引住了。你这材料融合的这么好，这可是需要极致的高温才能达到的效果呀。随后仇强就抓起金属团送入模具中，同时夸赞道：你小子果然很有天赋，学校真是看走眼了，比你现在的表现，进3大组织绰绰有余。张平闻言不禁有些疑惑道：强姐，大家一直将巡防队、调查队称作3大组织，那第3个组织叫什么？而仇强没有说话，他先将发红的面团迅速放入模具中，然后用铁锤敲打模具，将模具凸起的部分敲平，再将定型的武器放入水中冷却。随后仇强一边仔细观察刚打造出来的武器，同时解释道：明珠城确实存在着第3个组织，但这个组织叫什么，是干什么的，无人得知。随后仇强就将那柄刚打造完成的匕首递给张平。对了，张平弟弟，之前你是想买装备的吧？如果不介意的话就收下这个吧。在接过匕首后，张平立即就发动了鉴定术，美人类，品质优良，可轻松对10到19级的异化兽造成伤害。当即张平就有些震惊道：这么好的匕首应该很贵吧？仇强见状立马就淡笑一声回应道：按市面上的材料来算，大概值个10万吧。一听到这个天文数字，张平顿时就傻眼了，10万可是等于他3年的工资了。顿时张平就望着匕首一脸震撼道：卧槽，这是月薪3000的我能收下的吗？仇强闻声不禁大笑道：就当是你进步的奖励。随后仇强便直接转身摆手道：我还有任务，得先走了。不过你不回学校真的没事吗？张平闻言连忙摇头应道：不用担心，我已经提前办好了毕业手续。仇强这才放心的离去道：那你照顾好老爷子，他有点糊涂，别让他开门营业了。而张平在仇强离开后不禁暗暗思索了起来，虽说这铁匠铺因为不开业没被天长湖盯上，但刚才动静这么大，难免会引起他们的注意，趁着天黑用夜行者去周围巡逻一下吧。10分钟后，张平就来到小公园，此时破败的公园内只有一个小女孩在里面荡着秋千，不过张平一眼就发现对方是天长湖，当即他就使出了鉴定术。让他意外的是，这竟然是一只3级的初级天长湖。在悄然来到天长湖身
身后之后，张平不由紧握手中的匕首，暗暗嘀咕道：可我一样是3级，我有装备加持，应该可以赢他。虽然城内巡防队完全沦陷，但城外调查队应该没受影响。一想到这，张平的眼眸立马闪过一丝决然，只要把天长湖的尸体交给他们，说不定就能引起高层的重视。可就在张平准备动手之际，他感觉到背后传来一阵寒意，是冰凌。显然对方是觉醒冰元素控制的觉醒者。紧接着就传来一道冰冷的女声：你是准备对儿童下手吗？别动，不然我就杀了。这个男人自觉醒后，终于迎来自己和异兽的第一场战斗。就在刚刚，张平本想将意外偶遇到的初级天长狐给干掉，可没想到身后忽然传来一道冰冷的杀意，打断了他的计划。感觉到身后所传来的刺骨寒意，张平立马暗暗震惊了起来。这个女人等级恐怕比我高很多，我的夜行者天赋加上暗杀戒指，居然都被她锁定。就在张平愣神之际，神秘女子的声音再次传出：不想死的话，到孤儿院练武场来找我。紧接着张平就感觉背后的寒意已经消失，顿时他就暗暗诧异了起来。孤儿院练武场居然消失了。旋即张平就暗松了口气，看来跟天长湖不是一伙的，不然我已经交代在这里了。随后张平就来到了附近的一个小公园，暗暗猜测了起来：我是在孤儿院长大的，小时候常在附近的小公园瞎练王八拳，因此给公园取名叫做孤儿院练武场。那个女人认识我，不然怎么知道我的秘密？不仅如此，她还一直监视着我，所以我刚要动手就被她阻止。她把我引到这里一定有什么目的。就在张平思索之时，距离他不远处的树林中忽然传出沙沙的脚步声，一只异化兽缓缓从中走了出来。张平在看到那只缓缓逼近的异化兽后，不禁诧异道：这里竟然有异化兽。随后张平就对着异化兽使出了鉴定术：装甲毒尾鼠，种族异化鼠，潜力2星，初级异化兽，等级5，天赋剧毒之尾，体内拥有毒囊，可通过尾巴末端的骨刺释放剧毒，硬化皮毛，皮毛宛如装甲，防御力大幅度提升，但也因此敏捷下降。张平在看完装甲毒尾鼠的属性后，立马就暗暗思索了起来：这毒尾鼠比我高2级，慢慢后退应该能摆脱。要回去吗？不过张平还是立即握紧匕首，目光集中在装甲毒尾鼠的身上，暗暗决定道：不能走，现在不解决他的话，明天孤儿院的孩子来公园玩耍就有可能会遇害。2级对5级虽然有等级差距，但差距并不大，并且有强姐送的优良级武器在手。张平没有过分惊恐，而是准备干掉这只装甲毒尾鼠，毕竟美人类这把武器可以轻松对中级异化兽造成伤害，破开初级异化兽的防御肯定轻而易举。张平在将学校里学到对付异化兽的知识点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后，就选择主动出击。他脚下瞬间发力，整个人在黑夜中就像是一头猎豹，径直冲向装甲毒尾鼠。张平感觉自己能赢，他前世看过不少爽文，主角都是刚觉醒就非常擅长战斗，不合逻辑。虽然他没有战斗经验，但他可以命令张平召唤兽去战斗。让张平没想到的是，装甲毒尾鼠忽然猛地跃至半空，身体卷缩成球，并且开始快速旋转，然后朝着他的位置快速砸下。装甲毒尾鼠利用他那身坚硬皮毛进行的旋转攻击，让张平找不到攻击机会，他只好命令身体进入防御状态。美人类锋利的刀身立即就挡下了装甲毒尾鼠的攻击。虽然张平手中的匕首锋利无比，但在被装甲毒尾鼠的旋转卸去绝大多数力道后，根本难伤他分毫。张平立马就压力陡增，他的装甲太硬了，得智取才。来了！隐藏在黑暗中对抗天长湖的神秘人终于露面了。就在刚刚，张平出战异化兽，可却没想到自己竟然破不开他的防御。而装甲毒尾鼠见自己的旋转攻击没办法伤到张平，便利用张平的反击力道，直接反身跃到了不远处的巨石。紧接着，装甲毒尾鼠卷缩的身体猛地舒展开，双眼死死盯着张平。他身上那个毒囊猛然爆发出一阵幽暗的绿芒，毒囊中的毒素很快迅速在装甲毒尾鼠的尾部凝聚，这赫然是他的天赋剧毒之尾。下一秒，数道剧毒射线就猛然从装甲毒尾鼠的尾部激射而出。张平见状立即后退，然后就像玩游戏一样不断给身体下达指令来进行躲避。张平知道自己没法格挡这种蕴含剧毒的攻击，只好脚尖点地连连后退，快速与装甲毒尾鼠拉开距离。此时张平不断喘着气，额头已经见汗，他立马暗暗分析了起来，眼睛是弱点，只有那里没有被装甲覆盖，但他卷成一团防御有点棘手，这像个办法瓦解他的姿势。不过一想到自己不久前刚获取到的初级食火者天赋，张平立即就找到了突破的办法。紧接着张平就下达了命令，让身体使出鸣拳追鼠式。他很清楚，光靠自己的拳头不可能发挥出追鼠的威力，所以他依然没有放弃匕首，但又将鸣拳中对付小型异化兽的手段用上。鸣拳是专门攻击下路的招式，针对小体型异化兽，次招是大力沉，讲究以势压兽，就是依着体型优势碾压小型敌人。在连续躲开了毒素射线后，张平立即开始旋转手中的匕首，准备先来一波佯攻。装甲毒尾鼠的反应也很快，面对张平的攻击，他果断再次蜷缩。不过这一次张平却早有预料，在攻击的同时，他的左手已经开始释放体内储存的火元素。张平深知装甲毒尾鼠的弱点是元素攻击，在猛然举起蕴含熊熊烈焰的左手后，张平不禁狞笑道：鼠鼠你可别生气哦。话音刚落，张平猛然将手中的火焰爆甩而出，食火者的火焰缠绕技能立即就命中了装甲毒尾鼠。见装甲毒尾鼠在灼烧下解除了防御状态，张平立马就再次将火元素覆盖在匕首上，然后笔直瞄准装甲毒尾鼠的眼睛处。下一秒，一道附带火焰刀光猛然落下，
刺穿装甲毒尾鼠的眼球，接着匕首长驱直入，贯穿装甲毒尾鼠的脑仁，而匕首上附带的火元素也紧接着轰然炸开，不断灼烧着装甲毒尾鼠的躯体。随后张平的眼前就弹出一个提示框，他的等级升级到了4级，体力、力量、敏捷都获得了增长。望着装甲毒尾鼠的尸体，张平不由微微松了口气，暗暗嘀咕道：果然实战比锻炼升级快多了。说起来，这毒尾鼠出现的有些蹊跷，城内除了天长湖，不应该还有别的异化兽啊？就在张平思索的时候，他的身后已经悄然出现数道漆黑的能量，正快速朝着他的位置袭去。紧接着那团漆黑的能量就将张平的脚下给包裹了起来。望着自己逐渐下陷的身体，张平立马就慌了，这是什么情况？随后张平就感觉自己的脚下一空，身体快速下坠的感觉让他忍不住的发出一阵尖叫声，紧接着就传出啪的一声，张平就落到了一处神秘空间，四周漆黑一片，仿佛坠入了虚无一般。还没等张平回过神来，不远处就忽然探出一张玉手，刺骨的寒意再次从中涌出，雄浑的冰元素很快就将张平的身体给缠绕住，然后将他从地上快速揪起。这一切发生的太快了，他根本搞不清楚状况。而那名女子正是不久前阻止张平刺杀天长湖的神秘人。他在将手中的冰剑瞄准张平的脖颈处后，这才开口道：我给你5分钟，证明你是人类。闻声，张平立马就愣住了，他不禁暗暗嘀咕道：这声音是刚才那女人，她要我证明自己是人类吗？旋即张平就脸色古怪的暗暗吐槽起来：我本来就是人类，你让我怎么证明？这个男人的鉴定术终于再次迎来了升级，神秘女子的身份也因此被张平识破。就在刚刚，神秘女子一出现，就将张平给控制住，并且还要他证明自己是人类。张平见女子的要求这么奇葩，他立马就暗暗猜测了起来，难道他也意识到城里潜伏着异化兽，只是没办法分辨，所以才让我自证吗？那我准备对小天长湖动手时，他可能就已经怀疑了，毒尾鼠该不会也是他对我的试探吧？一想到这，张平不禁有点头疼的讪笑道：可以给点提示吗？不过毫无意外，女子只是冰冷的吐出一句：还有4分钟。张平没办法，只好对女子使用鉴定术，可没想到却连续失败了20次都没成功。在还剩余2分钟的时候，张平的鉴定术失败就达到了999次。鉴定术从中级晋级为鉴定术高级，鉴定术高级可鉴定目标的阵营所属。鉴定术在升级之后，这一次很快就鉴定成功了。姓名刘思善，种族人类，势力扫除队，成长值5星，等阶高级觉醒者，等级28，天赋水元素操控，可以通过喝水储存水元素能量，并且可以随心所欲地操控周围和体内的水元素能量。在看完刘思善的属性后，张平不禁暗暗骇然道：好强，居然有28级，怪不得这么难鉴定。而且夜行者和暗杀戒指也对他无效。势力是扫除队，没听说过呀？难道是除了巡防队和调查队之外的第3大组织吗？就在张平思索之时，对面的刘思善已经等得有些不耐烦了。他见张平默不作声，便皱眉冷声道：还有1分钟。虽然张平的记忆里孤儿院内并没有刘思善这个人，但张平可以肯定，如果他是来自那里的话，一定是改名了。当即张平就淡定地开口道：你会把这个小公园称为练武场，那你应该和我一样是孤儿院的人吧？紧接着张平就将小时候认识的女孩子一一罗列出来，你是刘头人、刘一手、刘学生、刘星宇、刘思思。而刘思善在听到刘思思这个名字后，整个人忽然一怔，紧接着他手中的冰剑就猛然刺出，直接落到了张平的肩膀上。见张平停止，刘思善忽然猛地凑到他的跟前，冷声道：这并不能证明你是人类。而张平看到刘思善这种过激的反应后，心中立马就有了答案。刚刚那个反应，看来他就是刘思思了。他比我大3岁，我入读明珠能力学院的时候，刘思思已经毕业加入了调查队。如果是只有我跟他才知道的消息，那就是前身小时候有那么几天跟刘思思练过武，当时刘思思一本正经的教他天崩地裂思思无敌拳，他还当真了。紧接着张平就开始舞拳，然后喊出当年刘思思教的拳法口诀：第一式哈，第二式呵哈，第3式哈呵哈，天崩地裂思思无敌拳。原本冷静从容的刘思善顿时就有些慌张的将手中的冰剑消除掉。张平见状顿时就激动了起来：你真的是思思姐？不过刘思善却没有回答，而是指着张平一脸严肃的询问道：根据学院的资料，你的能力是契约宝石，因为无法满足发动条件而被评价为无用级。那么你这段时间都在搞什么？炸了炸了！化身为洛诗雨的天长湖王子居然受到了良士们的挑衅。就在刚刚，刘思善在确认张平是人类后，便询问他最近这些反常的行为到底在搞什么鬼。面对刘思善的质问，张平没有隐藏，而是如实回答道：在2周前，我吃下契约宝石，成为了召唤兽，且只受自己控制，因此我能免疫异化兽的幻术，识破他们的伪装。而且根据我最近的调查，目前城里潜藏着大量天长湖，我怀疑是一个族群入侵了明珠城，他们的种族固有能力是认知扭曲。还没等张平继续往下说，刘思善就一脸激动地将他抓住，同时询问道：你说的都是真的吗？张平则直接报出了几个地址给刘思善：乐业街万上早餐店板娘，久安家具老板，龙珠街龙枪长兵器坊中的3个铁匠。说到这，张平忽然又补充道：还有你刚刚阻止我动手的小天长湖，这几个都是低级天长湖，你可以去核实一下。刘思善见张平不像是瞎说，当即他就立即转身提醒道：你在这里别动，我很快回来。在离开了张平后，刘思善便对着一枚紫色晶体开口道：金波，你觉得这个消息可信吗？而身在明珠城外的金波则冷
静地分析道：首先可以确定的是，明珠城附近从未被发现过这种叫天长湖的异化兽，不过认知扭曲这能力却出现过，也符合张平的描述。说到这，金波的眼眸中忽然闪过一抹金光，再次开口道：我已经派人秘密去抓最近的2个，应该快回来了。就在这时，金波身后的不远处忽然传出一道轰鸣之声，这忽如其来的变故立马就引起了他的注意。在看到几名扫除队的队员正一脸慌张快速奔逃，金波的脸色立马就严肃了起来。发生了什么事？队员闻声立即就加快脚步，同时呐喊道：组长，是那个早餐店的老板娘，刚被带出城就发疯的挣脱，并且还袭击我们。下一刻，早餐店的老板娘忽然猛然跃起，双手成爪朝着金波的脑袋袭去。金波见状却没有丝毫慌乱，他直接使用自己的天赋，同时大喝一声找死。紧接着金波就一拳轰击在老板娘的腹部之上。可最诡异的是，这一拳居然没有任何的声音，不过这一拳的威力却强得惊人，仅仅一拳就将老板娘的躯体洞穿了一个大洞。金波见状这才冷哼道：不自量力。紧接着老板娘的身体就开始响起一阵诡异的声响，无数缕漆黑的能量开始在她的体内溢散。在漆黑的能量消失殆尽后，老板娘的躯体就恢复到天长湖的状态。见此情景，金波立马果断下令道：看来消息是真的，我们总算搞清楚敌人是什么了，通知另一组人直接击杀目标。与此同时，明珠学院内，洛诗雨正慵懒地躺在沙发椅上休息。可就在这时，他忽然察觉到了什么一般，猛地睁开了双眼。在小嘎嘎惊恐的目光中，洛诗雨忽然转身，双目眺望着远处的街道。紧接着，洛诗雨双腿猛地发力一蹬，身体瞬间出现在高空当中，开始扫视整个明珠城。在扫视了一番后，洛诗雨忽然开口道：月九死了，有人杀了月九。在城外，乐业街也死了一个。就在洛诗雨想要锁定凶手的位置时，却发现对方的气息居然消失了。当即他就眼眸冰冷道：能做到快速击杀后马上掩盖气息，还能躲过我的锁定，到底是什么人？已然气炸的洛诗雨紧咬着牙，长长的耳朵竖起，竭力控制自己的怒气。最后他依然忍不住发出一声咆哮，恐怖的气浪以他为中心爆发，化作一阵强风向着周围散开。女人本想展示拳术让张平消费，可谁料这个老六居然偷摸开启学习模式。就在刚刚，刘思善收到了金波所传来的消息，已经确定明珠城中的异兽正是天长湖。很快，张平见身上的束缚被瞬间解开，他立马就询问道：验证了吗？刘思善则点了点头回应道：不过我们无法确定，你突然拥有识破天长湖幻术的能力，会不会是对方故意设的一个局，所以你只能作为眼线。接下来一段时间，我会暗中保护你，你有什么发现，晚上可以联络我。而张平则一边活络筋骨一边笑道：保护加监视吗？行吧，只要能解决天长湖，一切都好说。刘思善没想到张平居然如此通情达理，在丢给张平一个东西后，他便开口道：这个给你，这玉牌是一对的，一块叫冷玉，另一块叫暖玉，遇到火焰覆盖冷玉，我手中的暖玉就会变得灼热，我就知道你遭遇危险，可以立即出手救援。当即张平就朝着手中的冷玉释放火焰来尝试一下。而刘思善见状便再次开口道：不过我还是建议你加强自身实力，毕竟谁都无法100%保证你的安全。一听这话，张平立即就挠了挠脑袋，有些不好意思的开口道：我也想过找个武馆学拳法，不过那学费我可承担不起。而刘思善闻言便一边离开一边摆手道：我会跟组织申请经费，你抽空去看看哪家武馆合适。见有人掏钱给自己交学费，张平立马就连连感谢道：那太好了，谢谢思思姐。几天后，张平在街上逛了一圈后，不禁暗暗嘀咕道：这些天附近的天长湖少了很多，应该都被扫除队的人清理了。思思没告诉我身份，看来还是没那么信任我。若不是我的鉴定术得到升级，能鉴定出目标所属阵营，我还不知道他是扫除队的人呢。一想到这，张平的眉头不禁皱了起来。不过他们一开始是怎么知道明珠城被异化兽渗透了？不管了，只要能帮忙解决天长湖就行了。而且一出手就给了1万明珠币，倒是挺大方。就在这时，不远处一个发传单的女子的声音忽然吸引住了张平：学拳吗？有谁要学兽王拳？闻声，张平连忙走到那位拿着宣传单的小姐姐身旁，开口道：给我一张看看。只见普通拳法入门500明珠币，兽王拳前3式3000明珠币，兽王拳中3式3500明珠币，兽王拳后3式5000明珠币，兽王拳奥义9999明珠币。顿时他就嘀咕了起来，这收费还真不便宜啊，而且也不知道适不适合我。见张平感兴趣，小姐姐立马激动地推销起来：绝对物超所值，我们兽王拳的武技在明珠城还是挺有名的。可张平却看着传单上的价格陷入到了沉默当中。小姐姐顿时就急了：你不信的话，我可以演示一下。随后小姐姐就一边摆开架势一边开口道：兽王拳前3式分别为猿王式、巨鳄式、凤爪式。而张平没有阻止，而是在一旁默默给自己下达了学习的指。男人意外发现刚认识的小美女居然是个成长值高达7星的潜力股。就在刚刚，小美女为了让张平报名学拳，主动表示要给他演练一次兽王拳。而张平在看到兽王拳第一式后，立即就暗暗感叹起来：这兽王拳不论是步法还是招式，都比明拳厉害许多，确实是一套不错的武技。3式对应3种生物，猿王式动作多变，无所定型；巨鳄式锻炼指力，大成之后可生撕虎豹。而猿王式的动作并不是模仿猿猴的招式，而是一种攻速极快的拳法，拳法有着配套的步法，步法才是猿王式的精髓。
损。可张平在看到小姐姐忽然摔倒后，立马就暗暗嘀咕道：只不过他明显不够熟练，完全展示不出兽王拳的威力。就在张平搀扶他起来之际，几名小嘎嘎忽然来到二人身旁，冷声道：谁允许你们兽王拳馆的人在这里发传单的？小姐姐闻声立马就挠了挠头，一脸不抱歉道：不好意思，我不知道这里不能发传单。就在这时，一名金毛男忽然走到二人中间，嘲讽道：兽王拳这种不入流的武技有什么好学的？我劝你还是来我们形意拳馆吧。在看清小嘎嘎的长相后，张平立马就惊呼出声：你是闪电五连跪！金毛男闻言瞬间就炸了：是闪电五连击，你才连跪！紧接着金毛男就一脸狰狞的大喝道：上次铁匠铺的事情我还没找你算账，今天正好，熊大熊二给我上！而小姐姐见状立马就身子一横，挡在张平面前开口道：我不许你们欺负他！而熊大和熊二此时已然发动了自己的天赋，伴随着一声大喝，二人身上的肌肉竟快速的隆起膨胀。见此情景，张平顿时就感觉有些愕然，他连忙对着二人使用鉴定术，只见熊大和熊二的属性栏几乎一样，成长值1星，初级觉醒者，等级4，天赋肉身强化，智力下降70%，换取一定程度的肉身强化技能，肉身强化最高30%。在看完这个惊人的天赋后，张平的脸上立马突变，智力换肉身强化，你们确定这是天赋吗？而已经将身体强化完成的熊大熊二显然已经变成了低能，毫无理智的就要朝张平冲去。而张平见面前的小姐姐居然敢以1敌2，当即他就好奇的使用了鉴定术。张杰敏，成长值7星，初级觉醒者，等级3，天赋勤能补觉，学习能力下降90%，任何技能都可以通过坚持锻炼获得提升，每坚持1天，同类型锻炼成长速度提升10%，最高达到1000%。在看完张杰敏的属性后，张平不由暗暗嘀咕道：成长值居然这么高，没想到这张杰敏妥妥的后期大佬啊！不过现在你这实力帮我出头，不纯粹找虐吗？随后张平便将手中的那叠传单丢回给张杰敏，紧接着张平就将张杰敏一边推开一边开口道：这是我的事情，还是我自己来解决吧。可张杰敏却不依不饶道：可他们有3个人，你自己应付会吃亏的。张平闻言立马就发出一声冷笑道：没事，刚刚你不是演示了元王式吗？正好拿他们练练手。见张平以1敌3居然还敢这么嚣张，熊二立马就飞身跃起大吼道：狂妄的小子！下一秒，熊大刚扑到张平的位置时却扑了个空，张平一个闪身，手上甩出一记手刀，直接就将他给击晕。熊二见状瞬间就炸了，毫无理智的开启了猛冲。可张平意念一动，身体立即就使出了元王式第2招，一个弯身肘击，直接就将熊二给轰飞出去。而金毛男趁机再次使出了他的绝招闪电5连击，想要偷袭张平。可谁料张平忽然飞身一跃，抬腿就使出第3式，暴踢在他的致命弱电处。望着不断发出哀嚎的金毛男，张平立马就呵笑一声打趣道：可惜啊，你少带2个人，你那引以为傲的闪电5连跪变成3连跪了。在收拾掉形意武馆的3人后，张平便干脆转身道：走吧，带我去兽王拳馆报名。而张杰敏则有些意外道：你真的要报名吗？你好厉害呀，只是看了一遍就学会了元王式，以后我有什么招式没看明白，你可不可以教我呀？张平闻言很干脆的点头表示没问题。张杰敏顿时就乐开了花，太好了，有你帮我，我一定可以快速变强。而张平望着张杰敏不由暗暗嘀咕道：你有着7星的潜力，以后最差都是高级觉醒者，甚至有可能成为顶级觉醒者，搞不好以后我要找你帮忙才。男人终于亲身体会到兽王拳法的真正威力了。就在刚刚，张平决定跟随王杰敏前往兽王拳馆学习兽王拳法。可张平在来到兽王拳馆后，却发现里面的学员正不断哀嚎着。有人在街口看见教官了。你说什么？教官回来了吗？天啊，不是说教官要过2天才回来吗？该怎么办？我连元王式一半的招式都还没学会，让你们偷懒，等着受罚吧！哈哈哈！张平见状顿时就一脸愕然道：怎么大家都好像很怕教官？你被罚过吗？而王杰敏立马就捂脸道：我们的白德教官是出了名的严苛，但凡没有完成任务的都会被重罚。说到这，王杰敏忽然一脸得意道：我被罚的最多，来了1个多月，连入门拳法都还不达标。张平闻言不禁暗暗吐槽道：这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情吗？就在这时，拳馆的大门忽然被猛地推开，而一众学员连忙齐刷刷的站成一排，齐声呐喊道：教官好！王杰敏则连忙转身提醒道：教官来了，快站好！可白德在看了众人一眼后，便大喝一声：全体立正，姿势不对，罚跑50圈。张平立马就对白德使出了鉴定术：白德，种族人类，势力兽王拳馆，成长值1星，高级觉醒者，等级25，天赋实行补形，通过吃下食物相应的改变身体形态，可保存的形态数量与等级有关，目前已保存奔狼形态、狂战雄狮形态。在看完白德的属性面板之后，张平不禁暗暗骇然了起来。好强，光从等级看，几乎可以跟思思姐一较长短。就在这时，白德忽然来到张平跟前询问道：你就是昨天帮忙教训形意拳馆的小子吗？面对白德逼人的目光，张平只是淡然应道：是又怎么样？见张平承认，白德立马就抄起拳头露出一抹狞笑：小子，看招！张平见
见状顿时就懵逼，你这是要干什么？下一秒，一道凌厉的拳风猛然袭来，张平在躲开了之后不禁恼怒道：等一下！可白德却没有理会张平的喊叫，出拳的速度反而越来越快，而张平在不断躲闪的同时还不忘抗议道：你也太过分了吧！一言不合就对我这个新手出拳。可白德却猛地使出兽王拳奥义，同时大笑道：我怎么听说你小子只是看了一遍演示就学会了元王式？紧接着白德那恐怖的拳头就暴砸到张平的脑袋跟前，可张平此时已经没办法躲开了，眼看就要被一拳爆头，可谁料下一秒白德就猛然收回拳劲，然后轻轻敲了敲张平的脑袋，一脸满意的大笑了起来。见张平一脸懵逼的模样，白德立即大笑道：原本我还不信，现在我信了，你小子悟性不错。随后白德就瞥了王杰敏一眼，再次开口道：只可惜给你演示元王式的人是个半吊子，有些步伐相差10万8千里。随后白德就拍了拍张平的肩膀，满意道：待会我单独给你纠正一下。而张平连忙恭敬的行礼道：多谢教官。紧接着白德就哈笑一声，然后转身朝着一众学员开口道：接下来就该是检验你们有没有偷懒的时候了。此话一出，学员们立马就开始止不住的颤抖了。随后白德就散发出强大的压迫感，大喝道：全部排好队，不达标的都给我做500个俯卧撑外加负重10公里。张平闻言顿时就暗暗嘀咕道：不愧是肉身强化系的觉醒者，训练也是简单粗暴。男人仅仅只是触碰一下稀有的风之宝珠，没想到竟意外激活了新的天赋。就在刚刚，兽王拳馆的教官白德很满意张平的表现，并且表示待会要单独给他纠正。就在白德训话的时候，张平忽然感觉身后有人戳了自己一下，旋即张平就转身，一看到慌乱的王杰敏，他顿时就疑惑道：怎么了？而王杰敏则有些不好意思的开口道：那个教官不肯多教我，所以一会他帮你纠正后，你能不能私下教教我？张平想都没想，很干脆的就答应道：没问题，下课后你跟我一块回铁之魂，我当你的陪练。闻言，王杰敏顿时就激动了起来，真的吗？我还担心你会拒绝。而张平在想到王杰敏那学习能力下降90%的天赋之后，顿时就有些犯难了。望着一脸感激给自己鞠躬的王杰敏，张平不由暗暗吐槽道：你这天赋技能是用来折磨教你的人的吧？怪不得白德教官不愿意多教你。时间过得很快，几天后，铁之魂铁匠铺内就不断传出张平的声音：动作错了，重来。而王杰敏在张平的纠正下，不断演练着兽王拳，不断的犯错，不断的重复。在看到王杰敏摔倒在地后，张平不禁捂着脑袋暗暗嘀咕道：我将元王式的招式拆成好几个小动作，让他一个动作一个动作的练，这样才勉强有点效果。不过这兽王拳确实有点门道，这几天练习下来，我隐约觉得等级有提升的迹象。就在这时，门外忽然传出一道熟悉的声音：张平老弟，我回来了。闻声，张平当即就转身开口道：是强姐回来了，你加油接着练，我去看看。在张平刚走到门口，就看到强姐正自顾自的说道：可恶，这次差点栽了，不知道什么鬼，外边的野兽和异化兽都少了很多，我们不得不深入北边的山林，最后竟然遇到狼群，还全都是异化兽。闻言，张平的脸色瞬间就紧张了起来。那强姐你没事吧？而强姐则一边掏出一枚宝石，一边摇头道：还好，我们用遁地铲藏起来了，那狼群找不到猎物，就去攻击附近的野人了。随后强姐就掏出一块绿色的宝石，朝张平开口道：我趁机渔翁得利，从狼群内搞到一件好东西，来上手，这玩意真品可不多见。当即张平就对这枚宝石使出了鉴定术。风之宝石品质稀有，是一种十分稀有且罕见的生物结晶，可以用来储存风元素能量，通过精神引导的方式，可以将能量释放出来，从而形成风刃以及风暴之类的攻击。随后张平就小心翼翼地接过风之宝石，刚入手他就感觉手心有点凉，他不由讶异道：这就是风之宝石。强姐闻声立马大笑道：你还挺识货的嘛。就在这时，张平的耳朵忽然听见啵的一声，接着是一片杂音，就像是过去的电视台收不到信号，变成雪花平时的声音，然后他就听到许多男男女女的声音不断在耳边响起。当即张平就连忙对自己使用鉴定术。张平成长值4星，体力18，力量17，敏捷21，等级4，契约宝石 LV4，觉醒天赋风雨者。风雨者初级，持有者会随机听到方圆10里内情绪大的声音，无法主动控制。看着新获得的天赋，张平立马就暗暗窃喜了起来。果然是新天赋，跟上次拾火者的情况一样，契约宝石延迟发挥作用了。可就在这时，张平突然听到一阵沙哑的声音：月12死了，该死的人类，今天我要多吃2个。月6，这店里除了王杰敏还有一个男的，那男的好像就是在学院宿舍害我们被陛下责怪的那个。闻声，张平的心瞬间一紧，他连忙转身朝店外看去，同时暗暗震惊道：什么声音？是天长狐吗？而那2只天长狐还不断讨论着，他们看上去味道不错，今天中午就吃他们吧，我吃那小子。王杰敏留给你。张平在看到门外后立马一震，他发现铁之魂殿门外站着2只天长狐，他们正看着店内，就像是挑选猎物一般，正打量着他。来了，垂涎王杰敏已久的天长狐终于出手了。就在刚刚，意外觉醒风雨者天赋的张平忽然听到店铺外的天长狐居然准备要吃掉自己跟王杰敏，而刘思善才刚从浴室里出来，就意外发现自己的那块玉牌正不断冒着热气。当即刘思善就停下手上的动作，眉头一紧道：不好了，张平有危险。与此同时，张平的内心已然焦急不已，都过去那么久了，思思姐怎么还没来？张平感觉那2只天长狐很快就会失去耐心，随时可能会进来。他知道那2只都是终极天长狐，就算加上强姐也
完全没有胜算。而强姐见张平的脸色忽然变得难看起来，立马关切道：“你怎么了？没事吧？”为了不让强姐担心，张平连忙转身开口道：“对了，强姐，你刚回来还没去看刘叔呢，要不你先上楼陪陪刘叔，我去买点菜给你们做饭。”闻言，强姐忽然一把抓住张平的胳膊，开口道：“那你抓紧，我可好久没吃你做的菜了。另外，风之宝石我先拿走了。”在拿回了宝石后，强姐便转身催促道：“别让我等太久哦。”而张平则边走边暗暗嘀咕起来：“趁现在带着王洁敏先离开这里，免得殃及强姐和刘叔。”很快，张平就来到了锻造室。王洁敏见张平回来，连忙询问道：“张平，你看我这动作对不对？”而张平忽然一把冲到他身旁，抓起他的手就往外跑：“别出声，先跟我走。”可就在这时，早已经在门外等待许久的两只天长狐终于出现，拦在了二人跟前，同时用沙哑的声音狞笑道：“你们俩这是准备去哪？”张平见状，顿时就在心中暗道糟糕，他连忙就停下脚步，然后迅速命令自己冷静下来。而没办法识破天长狐伪装的王洁敏忽然激动道：“爸妈，你们怎么来了？”而张平则下意识地拦在他跟前，阻止道：“别过去。”见张平的反应这么激动，王洁敏连忙解释道：“张平，他们是我爸妈，没事的。”张平闻言便没再说话，而是果断使出了鉴定术。两只天长狐的等级赫然都高达16级，达到了终极异化兽的水准。那两只天长狐见张平居然拦住王洁敏，立马就有些恼怒了：“敏敏，你身边这位是谁啊？怎么好像很怕我们？”被拦住的王洁敏闻言连忙解释道：“他是我拳馆的朋友。”而众人没有注意到的是，一股漆黑的能量已经悄然从地下冒出，紧接着张平脚下的黑暗能量就迅速窜起，将二人包裹在其中。和王洁敏的惊慌失措不同，张平顿时就暗松了口气，暗示空间：“太好了，思思姐来了。”下一秒，那股能量就快速旋转，在二人脚下形成了一个黑洞。天长狐见状立马就飞扑了过去，同时大吼道：“不好，他们要逃！”而张平见状立马冷静的一把抱住王洁敏，同时转身大喊道：“别管他们，快抱紧我！”在张平二人坠入密室的同时，向二人飞扑而去的两只天长狐也紧随其后一起坠入黑洞当中。望着距离自己仅仅只有数米的利爪，张平顿时就脸色一变，在心中暗道不妙，不好，他们跟上来！出手了，出手了！身为清除者的刘思善终于出手了。就在刚刚，张平虽然带着王敏杰坠入了密室空间，可那两只天长狐依然紧追不舍。追击着张平二人的天长狐，在靠近张平的瞬间果断挥下了利爪。而被护在身下的王洁敏见张平忽然发出一声痛苦的惨叫，他顿时就急切了起来：“张平，你怎么了？”紧接着密室内就发出砰的一声，四者同时坠入洞中。转眼之间，他们就落在了暗室内。不过张平很果断的就跟天长狐拉开了距离，双方都矗立在原地等待时机。见张平那副严阵以待的模样，以及背后那触目惊心的伤口，王洁敏顿时就有些慌了：“张平，你没事吧？”而张平的眼眸紧紧盯着前方，缓缓点头道：“还好。”而王洁敏见自己的爸爸居然出手伤了张平，立马就大喊了起来：“爸，你为什么要这样做？”而张平见状连忙伸手一横，斥喝道：“别过去，他们是异化兽。”此话一出，天长狐顿时就有些意外的狞笑道：“竟能识破我们的伪装，那就更留你不得了。”话音刚落，两只天长狐立即就脚下一蹬，以极快的速度扑向张平。面对天长狐的森森利爪，张平只能利用手中的武器格挡，同时在心中暗道：好快的速度，根本躲不开，这就是等级的差距吗？与此同时，伪装成王洁敏母亲的那只天长狐已经找上了王洁敏，而王洁敏识破不了天长狐的伪装，只能任由天长狐接近自己。天长狐的利爪逐渐在接近王洁敏，那狰狞的巨嘴也已经想着他张开，可他却并不知道自己已然陷入了危机当中。而张平独自抵挡高自己10多级的天长狐，也已经十分吃力，照这样下去，他也撑不了多久就会成为天长狐的口粮。就在这时，一道熟悉的声音猛然在空旷的密室内响起：“张平，让开！”紧接着刘思善就迅速出手，他周身有寒气环绕，一道冰凌迅速从他脚下蔓延而出，眨眼之间就洞穿了王洁敏跟前的那只天长狐。紧接着冰凌就再次蔓延而出，在来到张平身旁后，忽然猛然拔地而起，森寒的冰锥轻而易举的就将压制张平的天长狐给洞穿。紧接着刘思善就猛然从原地冲出，在催动体内元素之力的同时，迅速挥舞手中的冰剑。下一秒，快速移动的刘思善就像一道寒芒一般，在两只天长狐间飞速穿梭。随着他手中冰剑的挥舞，两只被洞穿的天长狐没有丝毫反抗能力，就被刘思善轻易的斩落脑袋。在解决掉那两只天长狐后，刘思善就消散掉周身的冰元素，同时开口道：“你们没事吧？”而王洁敏望着倒地不起的父母，立马就疯狂大吼起来：“为什么？为什么你要杀我爸妈？”张平见状连忙出声提醒道：“王洁敏，他们不是你父母，只是披着你父母人皮的天长狐。”可王洁敏根本不相信张平的这番说辞，他满脸痛苦的疯狂摇头道：“不可能，你骗我，他们明明就是我爸妈。”当即张平就连忙扶住痛苦的王洁敏，同时询问道：“思思姐，为什么天长狐没有显露真身？”刘思善则猜测道：“城内可能存在王者级天长狐，强化了族群的幻术天赋，所以即使是低级的狐狸也能瞒过高级觉醒者，而我们之前猎杀的那些也是在城外才会显露真身。”闻言，张平的眼眸立即就闪过一丝决然，这样的话，看来只有我能揭开他们的伪装了。随后张平就走到那两只天长狐的身旁，然后缓缓伸手将覆盖在天长狐脸上的人皮给撕下。在撕下了人皮后，张平这才再次开口道：“王洁敏，这两只异化兽杀害你的父母，并且伪装成了他们，这就是真相。”而王洁敏
敏做梦也没想到，平日里跟自己密切接触的父母，竟然是2只天长狐所幻化的。而那2只天长狐在失去了人皮面具后，立即就显露出了本体。见此情景，本来还不相信张平的王洁敏，立即就落下了痛苦的泪水。他不禁满脸痛苦的喃喃道：怎么会这样？炸了！天长狐王子要出手对付活跃在黑暗中的扫除队了。就在刚刚，在扫除队出手清理天长狐后，城主府这边也开始了动作，以化身成洛诗雨的天长狐王子为首，底下集合了密密麻麻的天长狐。洛诗雨坐在主座位上沉吟了片刻后，忽然开口道：这1周里死了9名同胞，看来人类已经找到破解幻术的办法。一只贴着妩媚女子人皮的天长狐立即开口道：殿下，干脆我们直接杀光所有人，接管这座城市。一旁贴着胖子人皮的天长狐则反驳道：那我们以后吃什么？吃草吗？一时间天长狐们纷纷加入了讨论，很快又从讨论变成了骂战。眼看骂战渐渐要升级为打架，洛诗雨这才大手一挥，命令道：安静！紧接着洛诗雨的眼睛微微眯起，一股凶悍的气势笼罩整个城主府。愚蠢！杀光所有人类不现实，而且浪费食物，当务之急是把暗处的家伙引出来，再逐个清除。不知副城主可有对策？话音刚落，城主府里唯一的人类副城主黄泽明连忙恭敬地弯身道：王子殿下，我们或许可以引其他种族进来，把明珠城的水搅浑，然后集中清理掉一部分人类中的强者。洛诗雨闻言不由眉头一挑道：你怎么确定他们还在城里？黄泽明当即就满脸坚定的点头解释道：3大组织，除了巡防队和调查队，还有一个队伍。当初城主被王重伤，负伤而逃，我怀疑他就藏在那个组织之中。我很清楚他不会离开城里，肯定在等待我们露出破绽。底下那2只胖瘦天长狐闻言，立马就附和道：殿下，我觉得引其他种族进来这个主意不错，我正好想换个口味。而洛诗雨在满意的点了点头后，便从王座上缓缓起身，朝着底下边走边开口道：那就把明珠城的水搅浑。不过如今王还在沉睡当中。说到这，洛诗雨忽然停下脚步，冷声道：虽然你帮助了我族，但你若敢有什么小动作，我一样会杀了你。说到这，化身成洛诗雨的天长狐王子忽然爆发出一股肃杀之气，告诫道：希望你搞清楚自己的位置。黄泽明闻声，黄泽明立马就扑通的跪倒在地，连忙恭敬的回应道：属下不敢，属下穷尽一生奉献于明珠城，可惜城主无能，明珠城迟迟得不到发展，属下只希望明珠城能被强者接管。说完，黄泽明那低着脑袋，忽然微微抬起，那卑微的眼神中猛地散发出冷光，嘴角也逐渐上翘。与此同时，王洁敏望着地上的番茄酱，整个人都陷入到了绝望当中。在明白自己的双亲早已经被天长狐所杀，并且还被天长狐幻化身份，他这下彻底是绷不住了，痛苦与自责让他止不住的嚎嚎大哭起来。爸妈，对不起，要是我能够早点察觉的话。可就在这时，一旁的刘思善却忽然出声打断道：就算你提前发现，又能做到了什么呢？张平闻声连忙捅了捅他的肩膀，提醒道：别说了，思思姐。而知道自己实力低微的王洁敏立马就大吼道：够了，说到底都是我的错，我太弱了，我这种人连最简单的拳法都学不好，为什么这种事会发生在我爸妈身上？为什么死的不是我？张平见状却没有说话，而是缓缓朝着王洁敏走了过去。紧接着张平就猛地蹲下身里，将王洁敏给一把拥入怀中。开始了！针对天长狐的剿灭计划终于要开始了。就在刚刚，张平见王洁敏陷入到了失去双亲的痛苦中，便果断将她拥入怀中以作安慰。张平很明白王洁敏这种自责和无力的感觉，他在抱住王洁敏后便开口安慰道：听着，这不是你的错，我和你一样，也有个对我很重要的人，但却被巡防队的天长狐给杀了。我总是不禁会想，如果那天阻止他去巡防队，是不是就不会发生悲剧了呢？但我心知肚明，即使回到过去，结局也不会发生变化。去巡防队是他的梦想，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止，没人能改变注定的事。这一切并不是你的错，但是你可以改变未来，可以变强，保护其他重要的人。我相信你爸妈在天有灵，也一定会替你感到高兴的。在听到张平的这番肺腑之言后，本来深陷绝望的王洁敏终于不再自责。谢谢你，张平。见王洁敏的情绪稍微好转，张平便再次开口道：至于城内的这些怪兽，相信我，我一定会把他们彻底消灭。可下一秒，他的话还没说完，就猛地朝王洁敏喷出了一大口番茄酱。张平刚才命令自己的身体强撑，可没想到只能持续这么一小会就倒下了。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昏睡后，张平这才缓缓睁开了双眼。见张平终于醒了，王洁敏的脸色瞬间就激动了起来。太好了，他终于醒了。而张平在清醒后立马就起身询问道：我睡了多久了？一旁的刘思善见状连忙提醒道：别乱动，小心伤口又裂开。就在张平懵逼之时，王洁敏忽然一把抓住他的手腕，坚定道：我决定了，我要变得更强，然后跟你们一起消灭天长狐。望着恢复精神的王洁敏，张平不禁呵呵一笑道：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一起加油。而刘思善闻言却忽然眉头一紧，建议道：王小姐，现在你的家已经不安全了，我建议你先在这里住下，你们两个待在一起，我也好保证你们的安全。然而就在这时，张平的风雨者天赋忽然启动，城主府里的对话全都被张平的天赋给窃听到了。张平很确定那道声音就是洛诗雨的，当即他就连忙开口道：思思姐，天长狐有情况。片刻后，张平便将刚刚听到的全部都告知给刘思善，当即刘思善就开始分析了起来。黄泽明他是明珠城的副城主，出现在与天长狐的对话中，且自称属下，说明他极有可能已经叛变了。至于所谓的王，能够强化族群的幻术，并且
且让顶级觉醒者都无法识破，那必然就是天长湖之中的王者了。说到这，刘思善立即朝张平示意道：“既然他们的王在沉睡，那现在就是我们反攻的好时机。张平，我们需要你配合识别天长湖。”张平立马就严肃的点了点头，表示没问题。而扫除队基地内，在刘思善把这个信息传回去后，扫除队的3名队友也开始行动了起来。金发女曼妮不禁边走边抱怨道：“之前让我开启密室，现在又要打开天幕，思思可真会使唤人。”一旁的陈洛威似乎对此习以为常，也没有多说什么。在进入到了密室之后，许杰忽然提醒道：“曼妮，你不来一点咖啡吗？这次估计要很久哦。”而曼妮直接摇头拒绝道：“不用，我刚喝过了。”片刻后，许杰就率先走入一个神秘法阵当中，开始发动自己的天赋，同时开口道：“那我们就开始吧。”阳光充能完毕，随着组合技幻光天幕的发动，一道黑幕很快就从法阵中涌出。曼妮的能力是黑幕，陈洛威的能力是光影幻变，许杰的能力是太阳充能，三人的组合技可以为刘思善提供最大的保护作用。在幻光天幕启动的瞬间，以明珠城中心开始，一道看不见的黑幕缓缓落下，转眼就将整个明珠城给全部覆盖。接着黑幕出现各种画面，黑幕迅速被画面填满，黑幕形状逐渐变化，画面也跟着变化，整个明珠城在这一刻开始变得不一样。出手了！出手了！扫除队的强者终于出手了！就在刚刚，扫除队结界组联合发动的秘术幻光天幕已经悄然覆盖了整座明珠城。经过这段时间的合作，扫除队总算愿意透露部分情报给张平。扫除队作为明珠城内最神秘的组织，他们的职能是当明珠城即将遭受灭顶之灾时挺身而出，为明珠城荡平污秽。作为明珠城的底牌，扫除队经常需要进行秘密行动，而支撑他们行动的则是队内的特殊机构结界组。据思思所说，结界组有3名主要成员，组长曼妮能力是黑幕，先前张平多次进入的暗示空间就是他的手笔。许杰的能力为阳光充能，通过吸收阳光为队友提供持续战斗的能量。陈洛威能量为光影幻变，通过改变物体表面光影的颜色实现隐形。3人联合可发动幻光天幕，能将天幕内王者及以下生物无缝拉入暗示空间的里世界内，还可以随意修改里世界的景象迷惑对手，是结界组的最强手段。既然天长湖通过扭曲认知来悄无声息的杀人，那我们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身。第二天，明珠城照常运转，没有人意识到明珠城已经发生变化。月一和月二从城主府走出，他们负责为城主府里的其他天长湖提供食物。再走了一会后，月一便有些不耐烦了：“月二，要不我们就在这里挑几个带回去吧？”可月二在扫视4周后便摇了摇头，最近城里不太安全，还是谨慎点好。走着走着，月二的脚步忽然猛地停了一下，月一见状立马就跟着停了下来。月二看着往来的行人，突然开口问道：“月一，有没有感觉哪里不对劲？”可月一却没好气道：“哪有什么不对劲？我看你就是疑神疑鬼。”可下一刻，月一忽然敏锐地发觉4周的变化，目光瞬间变得阴冷了起来。见原本热闹的街道变得空荡荡的，月一的脸色瞬间凝重了起来。话说，人都到哪去了？就在这时，2只天长湖身后忽然响起一道破空之声，一个闪烁着金芒的拳头已经悄然袭到了他们的身后。显然，这2只天长湖已经进入到了幻光天幕中，成为了扫除队的猎杀对象。紧接着就爆发出一阵轰鸣之声，金波一拳直接暴砸在天长湖所在的位置之上。烟雾散去后，金波望着空荡荡的地面，不禁有些失望，真可惜，没能一拳干掉你们。而月一立即就反应了过来，最近在明珠城杀死我族的就是你这家伙。当即月一和月二就摆开战斗姿态，狞笑道：“竟敢这么明目张胆地对我们发起攻击，就不怕被我们叫增援吗？”根据张平的情报，这2只25级左右的天长湖，等级高达32级的金波感觉自己足以应付，他立即就开始催动能力黄金之血，同时冷笑道：“要不你叫一个看看？”见金波这么狂妄，月一和月二立即就朝着他飞速袭去，而金波全身肌肉鼓起，身上不断冒出丝丝电光，显然已经完成了黄金之血的变身。下一刻，月一就率先出手，而金波一边用右手蓄力，直接干脆伸出左手来格挡。可让金波意外的是，一抹金色的液体忽然从他体内溅出，自己竟然被伤了。开始了！扫除队的最强战力终于展现出真正实力了。前不久，金波才刚跟天长湖开战，却没想到自己却忽然被伤到了。见金波这么弱，月二立即就冲到他跟前大喝道：“区区食物也敢嚣张！”而金波见自己明明抬手格挡，可肩膀上却再次出现伤口，他立马就有些愕然了。而月一和月二见金波只会抬手防御，顿时他们就开始互相配合，发起一波激烈的猛攻。见金波毫无反抗之力，月一顿时就得意了起来，就这种水平，真不知道那些同类是怎么被杀的。话音刚落，金波猛然一步踏出，闪烁着金芒的拳头全力轰在月一的脸上，月一直接就被这一拳给轰出数十米开外，身体重重的撞击在街上的混凝土上。金波这才冷笑道：“现在你知道了吧？”而一旁的月二见状立马就怒了，他直接飞身跃起，飞速抬起巨爪，同时愤怒的咆哮道：“滚蛋！我要你的命！”下一秒，月二的利爪在即将就要触碰到金波的时候，却猛然停了下来。虽然金波没办法看破天长湖的伪装，但他却凭空抓住了天长湖的手，默然道：“原来如此，虽然看不到，但你们的体型我大概搞清楚了。”紧接着
着金波手上猛然发力，天长湖立马就爆发出一声哀嚎，手骨瞬间被捏到断裂，而金波则毫不在意道：这能力偷袭确实很强，但正面对抗也不过如此。见自己不是金波的对手，月二立即大吼了起来：月一快救我！而刚刚被甩飞的月一闻声立马就飞身一跃，再次朝着金波袭去。可金波见状却丝毫不慌，反而转身露出一抹冷笑，来得正好。下一秒，金波直接抓起月二的身体，手上一甩就将月二给砸在月一的身上。紧接着金波脚下猛地一蹬，身体以极快的速度飞跃到他们的身后，然后金波快速抬起腿来，浑身的能量朝着那根粗腿凝聚起来。金波的这一腿直接命中了两只天长湖，地面立即就爆发出一阵轰鸣，两只天长湖直挺挺的被爆砸在地面之上。不过天长湖的生命力异常的顽强，这一脚还不足以秒杀他们。本想呼叫支援的月二忽然艰难道：为什么感应不到同类？我们中计了。接下来的战斗显然已经毫无悬念了。金波很果断的再次出拳，而天长湖此时已然无力抵抗了。金波不断的疯狂的出拳，仿佛要将这段时间积攒的所有怒气都发泄在这两只天长湖的身上。张平看着像是被炮弹轰炸过10多轮一样的街道，他不禁出声惊叹道：炮强！而刘思善则淡笑一声回应道：毕竟金波是我们战斗组的组长。而金波的形象却让张平止不住的笑出声。不过他的造型很难让人不联想到超级赛亚人。此时的表世界一切如常，人们并没有发现扫除队的动作。就在这时，刘思善忽然接到一条紧急消息：刘思善，我是石白，城外异化兽由于未知原因开始聚集暴动，他们若是在这个时候进入城内，恐怕会增加幻光天幕的负担。你去城外调查一下情况，如果你担心张平，那就带上他，正好可以锻炼他的实战能力。之前他指认的天长湖已经记录过了，我会安排战斗组去解决。而刘思善在将情况告诉给张平之后，张平立即就暗暗思索了起来。之前强姐遇到风暴狼聚集成群，是不是也和这事有关系呢？就在这时，刘思善很干脆直接转身道：走吧张平，随我出城，铁匠铺那边我会派人保护的。刚刚那位是我们的首领，任务结束后你会和他见的。这只平平无奇的小兔子竟让男人陷入到苦战当中。就在刚刚，张平他原以为出城之后将面对层出不穷的危险，谁知道跟着刘思善一路走来，连一只异化兽都没有碰着。见城外这么安全，张平不由咧嘴笑道：我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出城呢。地上的这些是什么植物啊？就在这时，地上那些奇怪的植物就开始不断沙沙作响。张平顿时就有些好奇的想要靠近一探究竟。刘思善见状立马就伸手一把拉住了张平的衣袖，阻拦道：别过去，有危险。就在张平疑惑之时，那奇怪的植物忽然弹射出一团绿油油的液体，紧接着那团绿色液体就在天空中爆开，洒向四周。不过张平并没有过于靠近，所以没有被波及到。一旁的刘思善这才开口解释道：这些植物叫盐酸草，富含盐酸，腐蚀性极强，现在正是果实成熟的时候，成熟的果实会像烟花一样爆炸，盐酸草就是用这种方式播种的，千万要小心。此外，有种异化兽以盐酸草为食。随后刘思善就为张平指了指不远处正在吃盐酸草的白色兔子，那是你的第一个对手，我要去调查一下异化兽暴动的情况，你在这里别跑太远。而张平在看向兔子后，二话不说就先鉴定异化兽食水子弹兔，种族异化兔，潜力3星，初级异化兽，等级9，天赋食水子弹，能从耳朵隐藏的汗腺射出具有强烈腐蚀性的食水。张平见这兔子看上去人畜无害，但等级却比之前的毒尾鼠还高，他立即谨慎地掏出美人类同时释放出食火者所储存的火元素，准备趁他不注意先发制人。下一秒，张平手上猛然一动，手中覆盖着火元素的美人类立即就如离弦之箭，转瞬间就袭到了食水子弹兔的身后。但食水子弹兔的反应很敏锐，在察觉到有偷袭后，他迅速一跃，就轻松躲开了袭击。可张平对此早有预料，在食水子弹兔跃起的瞬间，他立即就使出冥拳，准备将其解决掉。可就在这时，食水子弹兔的耳朵处却忽然发出扑哧的2声，两团绿色的腐蚀液体瞬间喷涌而出。张平没想到这2团液体居然能射这么远，他只好连忙催动体内的火元素挡下攻击。随着食水子弹兔的奔足，地上那些盐酸草也开始出现了状况，不断喷射出盐酸雨。顿时张平的脸色就骤变了，不好，盐酸草被他触发了。下一秒，数团绿色液体就在半空中炸开，将张平所在的位置附近全部覆盖在其中。张平见状立马就暗暗下令道：躲避酸液。接着在身体自动挂机时分析情况，在身体不断走位躲闪之际，张平的意识立即开始暗暗分析了起来。这兔子的感官很敏锐，反应也很敏捷，我偷袭没能成功，而且它还有远程技能，同时可以免疫盐酸草所喷出的腐蚀液体，它还很狡猾，先喷酸液防止我近身，接着故意把我引到果实成熟的地方。一想到这，张平不禁停下动作，暗暗感叹道：这兔子动作敏捷又狡猾，不好对付啊。可张平忽然发现自己的双手并没有任何受伤的痕迹后，忽然心头一震，话说酸液为啥没有腐蚀我？我明明用手接住了子弹兔的酸液啊！一想到这，张平立即就催动体内储存的火元素覆盖在手掌上，难道是因为
男人在发现了子弹兔的弱点后，立即将自己的食火者天赋全开。就在刚刚，子弹兔在看到张平手上燃起的火焰后，好像受了刺激一般，立即猛然跃起，疯狂朝他喷射酸液。而张平的手臂只是随意一扫，体内的火焰立即喷涌而出，转眼形成一道火墙，轻松挡下所有酸液。酸液在落在火墙上的瞬间，立即就响起滋啦的声音，被高温的火焰给瞬间蒸发。见自己的猜测正确，张平立马就露出一抹笑意。果然，这酸液怕火，直接就蒸发了。怪不得思思能放心让我跨级挑战这种对手。而子弹兔见张平居然将自己喷出的毒液全部蒸发干净，立即就进入到双眼泛红的狂暴状态。见子弹兔居然主动朝自己发起冲锋，张平连忙就摆出防御姿态，骇然道：“这熟悉的感觉，小怪也有2阶段吗？”进入狂暴的子弹兔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张平一下子就沦为靶子，只能不断挥舞匕首来格挡。可子弹兔的攻击十分凶猛，望着身上被划伤的伤口，张平的脸色瞬间就难看了几分。他的爪击也有腐蚀效果，这家伙知道远程攻击对我无效，所以想跟我硬碰硬吗？张平没办法完全防御住子弹兔的攻击，他要想不被他腐蚀，就得让火焰覆盖全身来进行防御。当即他就火力全开，用火焰缠绕将自己全身都包裹起来。如此大的能量释放，一下子就消耗掉他体内一半的火焰储量。张平知道用这种方式火焰很快就会消耗完，必须得速战速决才行。紧接着张平就开始快速奔足，他打算利用身上的火焰将子弹兔给包围起来。很快一人一兔就展开了追逐战，但子弹兔在速度上还是领先一筹，张平完全没有办法伤到他。不过张平的刻意追逐只是为了布下限制他的陷阱而已。在顺利将子弹兔用火焰包围起来后，张平立马就狞笑一声：“这下你无处可逃了吧，受死吧！”话音刚落，张平立即就飞身一跃，高高举起手中的匕首就要朝子弹兔刺去。经过这番苦战的消耗，张平体内的火元素储量已经见底了。可谁料这必杀的一击却被子弹兔给躲开了，而张平体内最后的一点火元素也在这一刻归零了。不过张平见状却丝毫不慌，反而露出了一抹笑意。紧接着他就命令身体发动食火者天赋，将四周的火焰吸收掉。顿时四周的火焰就疯狂涌入了他的体内，火元素储量也一下子涨到了13点。随后张平就迅速锁定子弹兔，然后催动火元素覆盖在匕首上，冷声道：“在空中我看你怎么躲。”下一秒，张平那燃烧着熊熊烈焰的手猛地一扫，美人类瞬间就化作一道火光，直接轰击在子弹兔身上。而美人类附着的火焰立即就开始灼烧子弹兔。见美人类准确命中了子弹兔，张平这才松了口气，真费劲啊！我属性没涨，说明这兔子还活着，得补几刀才行。紧接着张平就快步来到已经残血的子弹兔身旁，开始疯狂对其进行补刀。下一刻，张平就看到眼前弹出了面板，全属性提升2，目前个人属性体力20，力量19，敏捷23。在看到属性提升后，张平这才满意道：不愧是9级的怪，杀死一只居然加2点全属性，可惜等级没有提升。不过等级越高升级越难，因此锻炼和打怪获得经验后，只提升属性却不涨等级的情况也很常见。随后就再次弹出一条提示：吸食火焰总量达到1000，食火者初级晋级为中级，储量提升为300。这个意外收获立即就让张平笑得合不拢嘴，食火者居然晋级了，收获还真不小啊！然而就在这时，距离张平不远处的地方却忽然传出一阵滋滋的响声，只见密密麻麻的食水子弹兔不断朝着他逼近，无数双红色眼睛紧紧盯着他。感受到这群兔子所带来的压迫感，张平止不住地喊出一句：卧槽，这是一窝兔吗？出手了，出手了！实力不详的刘思善终于出手了。就在刚刚，张平在好不容易解决掉一只子弹兔后，却意外遭遇了暴动的兔群。而张平在看到食火者天赋储量已经见底后，他不禁心头一突，糟了，刚刚那一击把储量用完了。而密密麻麻的食水子弹兔不断涌出，无数双红色的眼睛正看着张平，显然这么庞大的数量根本不是他所能应付的。当张平看到眼前那强壮无比、比一般子弹兔要大上几圈的子弹兔首领时，他顿时意识到情况不妙。紧接着张平就连忙开始在身上摸索了起来。对了，这点火元素储量还是能激活一下玉佩求救的。眼下这种情况，36计走为上计才是最佳选择。不过那群子弹兔却并不打算就此放过他，在他转身逃跑的瞬间，就涌出10多只紧随其后。张平此时已然慌得一批，他连忙命令身体全力跑路，同时用仅剩的一点火元素去燃烧玉佩。虽然张平的速度不慢，但子弹兔却更胜一筹。仅仅片刻功夫，他就被子弹兔给拦住了去路。没办法的张平只好停下脚步。他在发现身后那群子弹兔也已经逼近了之后，不禁眉头一紧道：不是吧，他们还懂前后包抄的战术吗？眨眼间，张平就被子弹兔给围在了中间。虽然这些子弹兔看起来人畜无害，但他知道自己这次麻烦大了。下一刻，数十只子弹兔忽然齐声发出一阵嘶吼，同时朝张平发射出具有强烈腐蚀性的食水。眼看自己是躲不掉的，他连忙蹲下身来护住头部，打算先用衣服撑过第一轮攻击。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道坚实的冰墙猛然拔地而起，将张平身后的酸液给全部挡了下来。看到这面冰墙的出现，张平立马就激动的起身开口道：果然是你思思姐。而刘思善也没有废话，
抬手就开始催动体内的水元素。他没想到子弹兔居然也暴动了，眨眼间，被刘思善释放的水元素就形成了巨浪，哗啦啦的朝着子弹兔群奔涌而去。巨浪在刘思善的操控下很快就轰然落地，巨大的冲击力瞬间就将兔群给冲散。刚刚还凶悍无比的子弹兔群，这一下彻底的慌了，被吞没在巨浪中，完全丧失了行动能力。紧接着刘思善就猛地打了个响指，身上的元素之力再次被催动，原本奔涌的水元素在这一瞬间就开始迅速结冰蔓延，被巨浪吞没的子弹兔立即就被冰冻住。见此情景，张平顿时就暗暗骇然了起来，好厉害，刚才我光是对付一只就用尽全力了。见场面控制住后，刘思善这才开口道，我才离开多久，怎么突然冒出来这么多？而张平则两手一摊无奈道，我也不知道啊。就在这时，不远处再次传出叽叽喳喳的声响，刘思善的脸色瞬间就变得不耐烦了起来，没完没了，来多少只都一样。话音刚落，刘思善的意念猛然一动，一柄由寒冰凝实而成的长剑瞬间凭空浮现。虽然兔群的数量巨大，但他也并没有一丝慌乱。出现了！神秘的御兽家族朱家终于露出水面了。就在刚刚，刘思善在解决掉数十只子弹兔后，却发现兔子居然再次袭来。可让刘思善意外的是，这些兔子却没有朝他发起攻击，而是不断冲撞着冻结子弹兔首领的坚冰，似乎是想要将他解救出来一样。见此情景，刘思善不禁暗暗思索道：是因为那只首领吗？可是他应该已经死了才对，完全不顾周围发生什么事，就好像被什么东西吸引一样。不过刘思善也没再多想，直接抄起武器就开始发动能力释放元素之力。眼下正是收拾这群兔子的最好时机，不断冲撞坚冰的兔群，一下子就沦为了靶子，冰箭所过之处都带起一条血线。脆弱的子弹兔根本扛不住刘思善的一剑，仅仅只是片刻功夫，密集的兔群就被刘思善给轻松收割掉。随后刘思善望着那只被冰冻的子弹兔首领暗暗嘀咕道，如果我猜的没错，答案就在这只子弹兔的体内。当即刘思善就快步走到子弹兔首领跟前，伸手按在坚冰上解除掉元素控制，顿时那层坚冰就开始分崩离析，从外部开始崩塌消散。随后刘思善就弯身在那堆碎冰中开始仔细翻找，似乎引起暴动的原因就在其中。好一会之后，刘思善忽然捡起一枚蓝色的珠子，开口道，找到了，真的是诱魂丸。张平闻言不由好奇地询问道，诱魂丸那是什么？闻起来还挺香的。而刘思善则面露严肃道，这是某个组织制造的，用来控制异化兽的道具。200年前，明珠城还不叫明珠城，那时候它的名字叫珠城，统治这座城市的是一个家族，御兽朱家。说到这，刘思善的脸色瞬间就凝重了几分，朱家果然还是出现了。据说诱魂丸会散发出一种只有中低级异化兽才能闻到的独特香气，香气会引诱异化兽吃下，可你宝石的控制不同，吃下诱魂丸的异化兽会丧失理智，最终被强制驯化。但朱家如何控制这些驯化的异化兽，我们还不得而知。紧接着刘思善就猛地将诱魂丸捏成粉碎，这玩意不会被消化，放任不管，肯定还会有异化兽被控制。找到了兔群暴动的缘由，刘思善立即开口道，总之这次异化兽的暴动应该跟诱魂丸有关，我会跟总部汇报，至于是不是朱家所为，在调查清楚之前，你就老老实实跟我在城外修炼吧。闻言，张平立马就绷直身板行礼道，是。刘思善见状不由打趣道，很有精神吗？就在二人不远处的一棵树后，一名黑衣神秘人正悄然地躲藏着，听着二人的对话。刚刚还在夸赞张平的刘思善，忽然猛地转身，手上一挥，一道水元素凝聚而成的水箭瞬间激射而出。刘思善的攻击很突然，速度也很快，水箭在击中那棵树的瞬间，立即就被拦腰斩断。而不明所以的张平见状，立即就有些懵逼了，思思姐怎么了？可刘思善却没有说话，而是直勾勾地盯着那棵断树，暗暗嘀咕道，是我的错觉吗？好半晌之后，刘思善才收回元素之力，默然道，男人在野外经过不断的战斗，终于展现出惊人的战斗能力。前不久，在幻光天幕布下的一周后，天长湖王子洛诗雨忽然就将生活在匠人街周边的天长湖全部召集了起来。可还没等他开口说话，明珠城外却忽然传出阵阵轰隆的巨响，并且还伴随着异化兽的嘶吼。洛诗雨闻声立马就暗暗嘀咕道，异化兽的暴动越来越频繁了，是黄泽明的手笔吗？罢了，不能完全指望那个人，我也要开始行动了。紧接着洛诗雨就散发出凛然的气势，开口道，想必诸位都已经知道，近期人类找到了破除精神操控的方法，令我族伤亡惨重。过去的一周里，我发现被杀的同族主要分布在匠人街，你们生活在匠人街附近，很有可能会被当作下一个目标。我要你们一起弄出点动静，让敌人以为你们发现了端倪，想要逃跑，从而引他们提前出动。说到这，洛诗雨忽然爆发出恐怖的杀气，狞笑道，我倒要看看对方到底是什么人。与此同时，明珠城外的某处小树林当中，一群子弹兔正在吃着盐酸草，而张平却忽然从不远处跃出，手上的美人泪已然覆盖上了熊熊烈焰，目标赫然瞄准其中一只正在专心吃草的子弹兔。他利用夜行者的效果，加上食火者的火元素加持，很顺利的将子弹兔给一击秒杀。虽然附近的子弹兔因此陷入了暴怒状态，但张平却丝毫不慌，只因在这段时间里，张平足足刷了一周的兔子，在升到了6级的同时，他也已经完全掌握子弹兔的攻击模式，已经弱点。子弹兔群每次在发现敌人后，都会先使用天赋能力食水子弹来进行远程攻击。张平首先利用食火者覆盖全身无伤化解他们的远程攻击，并且激怒他们。一旦子弹兔进入暴怒状态，他们就会将酸液覆盖全身，然后
后近身肉搏。虽然他们身上的酸液能被引燃，但缺陷是燃烧的时间很短，没办法致命。但如果在引燃子弹兔后，再把赤炼蛇鳞作为燃料，那么火焰就能一直燃烧下去，并且还会产生温度极高的范围性爆炸效果，起到群伤的作用。张平的作战计划很顺利，赤炼蛇鳞被火焰燃烧后所产生的爆炸瞬间席卷全场，而浑身覆盖酸液的子弹兔群瞬间就被爆炸引燃，痛苦的嘶吼顿时贯彻全场，极为难缠的子弹兔群瞬间就被张平给群体灭杀。而这一招，张平也起了个很中二的名字——食火者三味真火。望着身后不断燃烧的兔群，张平的嘴角不自觉的就浮起一抹笑意。这段时间就收集了这么点蛇鳞，这下全部用完了。这次一口气刷了这么多只子弹兔，应该能升级了吧？这群子弹兔果然没有让张平失望，他的等级提升到了7级，全属性提升1，由于越级击杀多名敌人，全属性额外提升1。目前个人属性：体力24，力量25，敏捷29，契约宝石等级加1，效果提升至5级 ，LV5 效果带刷。男人意外获得的奇特珠子，竟连终极鉴定术都失败了上百次。就在刚刚，张平在剿灭兔群升级到7级之后，意外发现契约宝石的等级也提升到了5级。望着被召唤出的蓝色宝石，张平立即就兴奋了起来。先前我以为契约宝石等级是和我自身等级同步的，可我连升2级到6级后，宝石依旧还是4级。原来只是因为契约宝石更难升级吗？不知道这次吃了会觉醒什么能力呢？希望会是战斗类的。随后张平就很熟练的将那枚契约宝石给丢进嘴里，而那群子弹兔尸体中的一只身上却忽然冒出一阵漆黑的能量，紧接着那只本该失去生机的子弹兔却忽然猛地睁开了双眼。而张平在吞服完契约宝石后，也很敏锐地察觉到身后的异状。他在看到那只子弹兔被诡异的能量包裹后，也不由一愣。紧接着那只浑身缭绕着黑影的子弹兔就猛然起身，张平的瞳孔瞬间就一缩，这家伙居然还没死。不过张平却丝毫不慌，很迅速地再次给匕首加持火焰缠绕，同时冷笑道：“来几次都一样，我已经和以前不同了。”紧接着张平就抄起匕首率先冲出，可子弹兔却一改以往的作风，直接朝着张平扑了过去。见子弹兔张牙舞爪的想要撕咬自己，张平立马就开始旋转匕首，狞笑道：“直接正面冲过来送死吗？”下一秒，张平就对着子弹兔使出了直刺。可让他意外的是，子弹兔居然以极为诡异的扭转躲开了这一击，而子弹兔趁机猛地张嘴，就是一发漆黑的能量射线。张平在躲开后不禁暗暗嘀咕道：“什么玩意？难道是因为我干掉太多兔子而产生了冤魂吗？”想归想，但张平手上的匕首可不含糊，不论是冤魂还是鬼怪，他都不会放过。只见张平在飞速更替了位置后，手中的美人泪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飞速破开了子弹兔的躯体。等级已经提升到7级的张平，战力跟之前已经不是一个档次了。挨了这一击的子弹兔，这下是彻底不再动弹了。他身上缭绕的那层诡异能量也开始迅速消失。张平望着子弹兔的尸体，不禁陷入到了沉思当中。子弹兔什么时候会这样的技能啊？还是第一次见到啊？难道他也被诱魂丸操控了吗？一想到这，张平果断就开始挥舞匕首，对子弹兔进行解剖。在一番寻找后，张平就从子弹兔体内取出了一个奇怪的珠子，还真的有东西啊，不过好像不是诱魂丸。为了弄清楚这是什么玩意，张平立即就对其使用了鉴定术，可鉴定出来的却是一连串的失败。在经过上百次的失败后，张平终于鉴定成功了，顿时他就不禁暗暗期待了起来。好久没遇见这么难鉴定的东西了，该不会是个宝贝吧？紧接着一个提示框就出现在他跟前：灵物精华，品质未知，灵物黑山羊储存在睾丸里的力量精华，服下后会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男人为了变强，竟将刚获得的睾丸宝珠给生吞掉。就在刚刚，在经过一连串的鉴定失败之后，张平妈了，这奇怪的珠子绝对是他见过最难鉴定的东西，但他也因此产生一丝期待，难道这是什么宝物？终于，在无数次失败之后，张平硬是将这颗怪异的珠子鉴定成功。灵物精华，灵物黑山羊储存在睾丸里的力量精华，服下后会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在显示属性展开的同时，张平眼前浮现有关这颗精华的画面。只见一头巨大的黑山羊浑身散发着黑色的雾气，而他对面则站着数十头异化兽，为首的是一只巨大的异化野猪。在异化野猪的咆哮下，那群异化兽就朝明雾黑山羊发起了冲锋，而明雾黑山羊却毫不畏惧，浑身包裹着明雾也同样开始冲锋。双方的速度都很快，异化野猪很果断地使出猪突猛进，率先发起攻击，而明雾黑山羊也开始催动明雾使出技能阳灵生息。在异化野猪撞上明雾黑山羊的瞬间，他的身体竟然化为黑雾迅速散开，接着那团黑雾就直接穿过了异化野猪的身体，然后在他上方悄然凝聚。飞速凝实的明雾黑山羊趁着这个时机果断发起冲锋，那对尖锐的羊角直接轰击在异化野猪的腹部之上，但异化野猪的生命力极其顽强，在遭到攻击的同时张嘴往上一咬，黑山羊立即发出惨痛的叫声，接着黑山羊身上的黑雾竟然直接散开，并全都涌向异化野猪的鼻子里。明雾在全部涌进异化野猪的体内后，立即就开始爆体而出，而黑山羊也因为失去明雾导致失去生命，双方到此同归于尽。画面结束后，张平看着手中的珠子顿时就有些犯难了。我有预感，这宝珠应该和风之宝珠差不多，是个珍稀道具，但怎么样
样才能触发宝石效果呢？直接触碰没有效果，可上次觉醒不一样，难道真的要把这玩意吞下去吗？但一想到这珠子是冥雾黑山羊储存在睾丸里的力量精华，张平的脸色瞬间就难看了起来。问题是这东西是有点膈应人啊。张平看着手中的宝珠，过去一幕幕忽然开始在脑海里浮现。学校里被月王子查房时，生死不由自主；黑色密室里面对天长湖袭击，最后绝望的感觉；还有面对击杀苏静瑶的凶手时那种无力感。张平回过神来，看着孤高宝珠，心里不由自嘲道：若如蝼蚁的我，有什么资格挑3拣4吗？接着他就猛地仰头，闭着眼睛果断将孤高宝珠吞入嘴中，好一会才艰难的咽下。下一秒，张平就感觉腹部传来一阵猛烈剧痛，眼睛也在这一瞬间变得通红无比。接着他就感觉似乎有什么东西从胃部快速窜向大脑，忽如其来的痛感立马让他止不住的发出一阵痛苦的哀嚎，同时他的汗腺开始有丝丝黑色的雾气缓缓涌。觉醒了，觉醒了！张平再次觉醒出超强的新天赋冥雾之体。就在刚刚，张平下定决心服下了冥雾黑山羊的精华，但让他意外的是，在吞服之后，身体就忽然传出剧烈的痛感。面对痛苦，张平咬牙不发出声音，捂着头部瘫倒在地，整个人蜷缩成一团。隐隐约约间，张平眼中似乎出现了幻觉，再次看到了苏静瑶，但画面一转，苏静瑶就落入到了天长湖的手中，而那只天长湖正是当初张平在巡防队遇到的那只，是杀死苏静瑶的凶手。就在张平绝望之时，他却忽然听到苏静瑶的声音：张平，答应我，不管遇到什么挫折，你都一定要活下去。而此时张平身上的疼痛感逐渐消退，他忽然猛地咬牙切齿道：苏静瑶，你放心，在杀光那些狐狸之前，我绝对不会死的。随后张平就对自己使用了鉴定术。张平，初级觉醒者，等级7，成长值6星，体力26，力量25，敏捷29，契约宝石 LV5 额外效果已触发。冥雾之体初级，可通过吸收生物的恐惧转化为可操纵的冥雾。目前冥雾储量20，每消耗1点冥雾储量，可生成具有当前等级10%攻击力和10%防御的实体冥雾，最多为1000。张平看完冥雾之体的天赋介绍后，立即就陷入了沉思。这次的天赋是战斗类型的，攻守兼备，威力好像是和消耗的冥雾数量相关。随后张平就敏锐地发现自己的成长值居然飙到了6星，他顿时就愕然了，成长值居然一口气涨了3颗星。冥雾之体这么强的吗？感受着体内所释放出的冥雾，张平闭着眼睛无声地笑着，但笑着笑着眼泪就流下来。他虽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露出这种表情，但他有太多的事想做了。那一只只让他恨得牙痒痒的天长湖，他早就想出手全都宰了。尤其是亲眼看到苏静瑶的人皮，那感觉每每回忆都如火灼心。张平有点分不清自己是不甘还是喜悦亦或是难过，但显然的是，很快他就有实力为苏静瑶报仇了。就在张平愣神之时，一些路过的居民忽然来到他身后，开口道：小兄弟，你没事吧？他的同伴却劝阻道：我们还是走吧，别多管闲事了，趁附近还没异化兽，赶紧进城吧。闻声，张平的思绪立马就被打断了。正常是使用冥雾之体的他立即就缓缓从地上站起，接着张平身上就开始不断冒出冥雾，缭绕在他身边，显得诡异至极。就在张平想要解释自己没事的时候，那群路人瞬间就被他那副诡异的模样给吓跑了，而他的冥雾储量也一下子就涨到了35点。当即张平就将周身的冥雾凝聚在掌心，细细感受冥雾的作用。难道说我能吸收别人的恐惧转化为冥雾吗？这冥雾给我的感觉并不是真正的雾气，甚至连能量都不算。相比于黑山羊所操控的庞大冥雾，我现在只能凝聚掌心那么大块的冥雾。不过冥雾的形态我倒是可以根据我的心意做出变化，就是不知道威力如何。接着张平就将冥雾凝聚成匕首模样，准备尝试一下冥雾的攻击力。张平这次只使用最基础的1点冥雾值来进行攻击，他打算先试试最低伤害。可让他意外的是，眼前的巨树居然轻易被冥雾给砍断，他顿时就又惊又喜，只用了1点冥雾储量就这么强吗？接着张平就开始不断操纵冥雾对那棵巨树进行攻击，他体内的冥雾储量瞬间就开始不断减少，仅仅只是眨眼间，那棵庞然的巨树就被冥雾给切成无数块，从空中轰然洒落。接着张平就心念一动，消耗10点冥雾凝聚成了一面盾牌，将洒落的木块全部格挡下来。张平在研究完冥雾的作用后，立即就止不住的露出一抹笑意，可以切割，还可以抵挡攻击，这冥雾的作用还真不少，运用得当的话，冥雾之体将是我对付高阶异化兽的底牌。接下来先接续在扫除队的帮助下，猥琐发育变强。这个男人虽然觉醒了强大的新天赋，可却得到了一个让人担忧的情报。就在刚刚，在张平激情测试完冥雾之体的具体使用效果的时候，刘思善忽然一脸急匆匆地赶了回来。还没等张平开口，刘思善就迅速冲到他的身旁，然后开始释放体内的水元素。可在一顿左顾右盼之后，刘思善这才开口道：你遇到冥雾异化兽了吗？他在哪？这似曾相识的场景瞬间就让张平想起了强姐。接着张平就将自己把冥雾精华吃掉的事情如实告知，顿时刘思善就露出了一抹骇然的神色。你说什么？你把冥雾
物精华给吃了。张平，你是不是嫌命长，来历不明的东西都敢乱吃？你知不知道你差点就死了？张平感觉事情应该不至于这么严重，毕竟自己都用鉴定术看过了，但他还是挠了挠头解释道，没关系的，如果真的有问题，我可以命令自己吐出来。而刘思善在连续好几次深呼吸让自己冷静下来后，这才开口道，你凭什么认为可以吐得出来？接着他就猛地凝聚出一枚元素水晶，转身严肃道，你有没有想过灵物精华有可能是寄生虫？张平立即意识到刘思善想要表达的意思，顿时他就有点慌了。思思姐，你是说我吃的那东西其实存在某种危险吗？见张平终于明白事情的严重性，刘思善这才沉声道，灵物异化兽是一种来历不明的生物，它们没有具体的形态，一般会寄宿在某些生物体内。你所说的那只黑山羊和子弹兔估计都是冥物异化兽的傀儡，宿主死亡之后，它们就会钻入宿主某个器官中，等待下一位宿主。也就是说，你差点就被寄生了。说到这，刘思善忽然顿了顿，再次开口道，重点是冥物异化兽能操纵他感染的对象。张平闻言瞬间就差点吓尿了，那不就是冥物契约了我吗？但张平很快就冷静下来，暗暗回忆刚刚觉醒的过程。我刚才吃下冥物精华时的激烈疼痛感，是因为冥物在抢夺我身体的控制权吗？一想到这，张平立即就将自己的猜测说了出来，既然我没事的话，是不是就意味着冥物寄生失败了？而刘思善却摇了摇头，沉声道，不知道，你很特别，或许你体内也寄宿着一个怪兽，消灭了冥物异化兽，又或许是因为你能做到对自己绝对控制，所以即使被寄生了也不受影响。说到这，刘思善忽然露出一副残忍的表情，狞笑道，总之要是你发生了什么异变，我就只能亲手把你给斩了。见刘思善那副杀气腾腾的模样，张平立马就被吓得连连后退，不断摆手表示自己错了。可就在这时，一只黑不溜秋的小蜘蛛忽然从一旁的树上掉了下来，而前一秒还气势汹汹的刘思善在看到蜘蛛的瞬间立马就变了脸，紧接着刘思善就一脸慌张的召唤出冰剑，同时发出一阵惊恐的叫声，蜘蛛有猪。这个看起来高冷无比的女人，竟却比任何人都要关心张平。就在刚刚，战力强悍到令人发指的刘思善，竟然在看到蜘蛛的时候开始惊慌了起来。为了驱赶走眼前那只小蜘蛛，他完全无视一旁的张平，开始疯狂挥出恐怖的水刀。没等张平反应过来，刘思善就猛地飞扑到他的怀中。好大的蜘蛛，快把它弄走！见此情景，张平脑海中不禁浮起一幅幅画面，同时露出一抹怀念的笑容。还是那么怕昆虫吗？就像小时候那样，二人自幼就结识于孤儿院，并且孤儿院的小树林就是二人经常去玩耍的地方。每当张平将新抓获的昆虫拿给刘思善看时，他都会害怕到连连摆手。望着被刘思善拍飞的昆虫，张平立即就陷入了失落当中。我新抓的朋友就这样被你吓跑了。可刘思善则安慰道，傻小子，孤儿院那么多伙伴都可以成为你的朋友，你为什么要抓虫子当朋友啊？但张平却摇了摇头，一脸的不开心。他们总有一天会离开孤儿院的，那时我该怎么办？刘思善却忽然一把将他抱住，安慰道，思思姐答应你，不管以后发生什么，我都是你的朋友。也就是从那天开始，二人就成为了真正的好朋友，直至刘思善离开孤儿院为止。张平想着想着，就不自觉的跟年幼时一样将刘思善拥入怀中。猛然惊醒的刘思善立即就有些不知所措的将张平推开，慌乱道，干嘛抱我这么紧啊？接着刘思善就连忙轻咳两声，果断转身再次告诫道，张平，在野外任何来历不明的物品都包含着未知的风险，世上就没有免费的午餐。虽然这次你可能侥幸逃过一劫，但今后面对类似的物品一定不能放松警惕。说到这，刘思善忽然猛地转身朝张平嫣然一笑道，这一点你可要好好的给我记住了，绝不能再犯。见刘思善还是一如既往的关心自己，张平顿时就不自觉地露出一抹笑意。一直以为思思姐加入扫除队后性格变得高冷，跟我关系疏远了，现在看来其实她一点都没变，依旧像以前一样对我关心照顾，只是不愿意表达出来而已。就在张平愣神之际，刘思善腰间的通讯器忽然响起滴滴滴的声音，闻声，张平立马就朝着刘思善望去。而刘思善在跟那头通讯完之后，忽然露出一抹骇然的神色。在挂断了通讯后，刘思善忽然猛地转身道，我的调查任务和你的特训要暂告一段落了，我们要动身返回明珠城了。金波组长受到天长湖攻击导致重伤，我必须马上回城支援。见事态如此严重，张平连忙跟上脚步询问道，居然连他也受伤，为啥我们不求助城外调查队或其他城支援啊？可刘思善却摇了摇头道，那样会打草惊蛇，而且城外的世界比较复杂，我路上和你解。这个男人才刚从野外回城，没想到却意外遭遇神秘强者拦路。就在刚刚，刘思善接到金波被天长湖重伤的消息，便连忙带着张平赶回明珠城。刘思善在回去的路上跟张平讲了一些城外世界的情况，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异化兽横行，幸存的人类不得不建立围墙保护自己。由于交通闭塞，城内只能靠调查队和民间觉醒者去开拓地图。目前根据调查队的情报，明珠城附近异化兽较少的区域有村落和野人，而更远处是一片海。由于海上存在顶级异化兽，所以暂时未继续探查。
不知道是否有其他城市存在。至于海的另一边是什么，所有人都不得而知。在回到明珠城后，刘思善便询问现在城内的情况，负责接待的队员则连忙汇报道：这些天我们依靠幻光天幕全面监控着整个明珠城的情况，未发现天长湖有任何异常。直到昨晚，匠人接的中低级天长湖倾巢而出，我们前往迎战，没想到这是个陷阱，敌方首领也在。金波组长为了掩护我们撤退，身受重伤。现在队长的意思是需要你暂代金组长的职责，带队守卫明珠城的安全。张平闻言便边吃着能量棒边询问道：需要我帮忙吗？可刘思善却直接摆手告别道：不用，你先回铁之魂，我有时间再去找你。张平闻言也只能暗暗祈祷金波大哥和思思姐能平安。目送刘思善离开后，张平便伸了伸懒腰，总之终于可以放松一下了。野外这几天可真是累得够呛。随后张平便朝铁之魂的方向边走边嘀咕道：不知道王杰敏的兽王拳现在练得咋样了？就在这时，一阵微风忽然吹过，带起了一阵落叶，但诡异的是，叶子却停在了半空中。望着停滞在自己眼前的落叶，张平原本慵懒的神色瞬间就一变，接着张平就连忙恢复冷静，转身朝着附近的人群望去。让他震惊的是，就连附近的人类也都陷入到了停滞状态，完全不动了。就在这时，一道人影忽然从转角走出，来到他的跟前。张平见状，脸色瞬间一凝：你是什么人？接着张平就连忙发动鉴定术，在失败了数十次后，终于鉴定成功。可除了种族信息外，别的信息全都被对方的隐藏身份天赋给遮蔽了。而中年男见张平那一脸骇然的模样，忽然就露出一抹笑意：看不到吧？还想探查我的能力？不过还是需要表扬你一下，哪怕是鉴定术高级觉醒者，一天也只能使用不到10次鉴定术，而你却能无限使用。张平见自己的小动作被识破，顿时就暗暗嘀咕了起来：我是命令身体强行鉴定，自然能无限使用。等等，他是怎么知道的？当即他就脸色难看的试探道：老人家，您找我有事吗？可老者却忽然爆发天赋弹笑道：小兄弟，陪我玩玩吧。张平见状，顿时就心头一突，这老头虽然一脸平和，但散发出的气息却让人不寒而栗。来者不善啊！出现了！无限级的先驱觉醒者终于出现了！就在刚刚，张平意外遇到的神秘强者竟要求跟他比划比划，他瞬间就被镇住了。白发老者见张平被自己的气势震慑住，完全不敢动手，他顿时就呵笑道：怎么还不出手吗？张平则摆开架势，一脸警惕的回应道：我没有对你动手的理由。可老者却一脸漠然的开口道：变强需要理由吗？还是说为苏静瑶复仇只是嘴上说说而已？此话一出，张平再也忍不住了，他脚下猛地一踏，抄起匕首就开始冲刺，而老者却站在原地一动不动，根本没有躲闪的意思。眨眼间，一道破空之声猛然响起，加持火焰缠绕的匕首带起一道灼热的火光，迅猛地袭到了老者的跟前，同时传出张平愤怒的嘶吼：你再说一遍！可下一秒，张平眼前忽然就传出咔嚓一声，老者瞬间就消失在了原地，只留下支离破碎的裂痕。张平见状，瞬间心头一突，是时空裂缝吗？不过他很快就意识到这是空间技能，并且老者已经闪现到他的身后，他连忙转身催动食火者天赋再次出拳，紧接着就响起啪的一声。张平这一拳可谓是拼尽了全力，但老者却一脸自若地将其接下，同时点评道：你的速度还有待提高。随后老者便将张平的手松开，完全没有要攻击他的意思，而张平却忽然开口道：我的速度很慢吗？此时张平悄然藏在后背的手已经燃起了烈焰，食火者天赋再次悄然发动，接着张平就迅速挥出已然加持火焰缠绕的手掌，狠狠地拍在老者的头上。可让他意外的是，老者身上却忽然出现一层透明的保护层，将这一击给完全隔挡在外。紧接着老者的身体就开始迅速气化，一阵微风骤然吹起，将他的躯体迅速吹散。张平立马就感觉到不对劲了，老者那缓缓消散的身影之后，忽然出现一道漆黑的身影，同时传出老者的声音：你进攻了那么久，轮到我了。紧接着就传出一道破空之声，老者猛然发射出一道凌厉的水箭，直接透过消散的分身袭向张平。不过张平的反应也不慢，在躲开了水箭后，他顿时心头一震，刚刚那是分身，这次又是水元素，该死，他到底还有多少技能？老者完全没有给张平喘息的机会，密集的水箭不断射出，眼下张平只能依靠灵魂的走位不断躲闪。身具多种能力的他，也不得不承认眼前这人简直就是个怪物。张平深知一味的躲闪是没办法赢的，他在抓住机会转身的刹那，果断催动体内不多的明雾储能。无计可施的张平只好使用明雾形成盾牌来格挡，但在水箭的不断轰击下，他的明雾储能也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下降。而老者面对张平的反攻，却依旧站在原地不动，水箭跟不要钱一样疯狂射出。明雾的防御力很强，密集的水箭根本无法突破明雾盾牌的防御。接着张平就抓住了水箭攻击的间隙，猛然收回身前的明雾盾牌，随后张平就大手一挥，将体内仅剩的13点明雾储能全部耗尽，朝老者发起了攻击。但这一发技能只是他的佯攻，在老者躲闪的同时，张平立即趁机使用夜行者天赋，悄然冲到了他的身侧。就在张平以为就要成功之时，老者却忽然出声道：有点小聪明，可惜实力还是不够。话音刚落，张平眼前就忽然迸发出一道刺眼无比的强光，这番遍布瞬间就让他瞳孔一缩。只见老者身上所爆发出的强光耀眼无比，直冲天际。本来已经冲到他身旁的张平
平，瞬间就被这道能量给击飞。此时老者身上的光芒比太阳还要耀眼，而张平直接就被这发攻击给击飞出了10多米的距离，直接瘫倒在地上。但张平没有打算就此放弃，在他想要起身反抗之时，却发现自己被压得动弹不得，顿时他就暗暗哀嚎了起来，居然还有念力，太作弊了吧！可接着张平就忽然发现身上的压力骤减，身体恢复了行动能力，而老者则忽然转身道：“你这等级有这般实力也算难得了，我们聊聊吧。”张平闻言连忙从地上站起，见老者还会隐身之后，他立即就开始暗暗猜测起来，花那么大心思对我进行试探，实力又远在金波和思思之上，这样的强者在城内恐怕也只有扫除队的首领了。随后老者就来到了一家茶馆坐了下来，张平则连忙恭敬地询问道：“不知我该如何称呼您？”老者闻言却摆了摆手，轻笑道：“耍滑头，名字本来就是让别人叫的，叫什么都可以，你当真不知道老夫叫什么吗？”此话一出，张平立马就在心中暗暗嘀咕道：“看来扫除队把我所有的信息都摸透了。不过司徒石白以这种形式和我见面，是有什么目的吗？”当即他就试探性的开口道：“司徒老先生，您这次来是……”还没等张平把话说完，司徒石白就出声打断道：“张平，在没有屏蔽他人读心能力前，最好别想太多。从我之后，那么多年过去了，明珠城已经200年没有出现过无限级能力者了，你说我能不来看看吗？”闻言，张平的脸色瞬间一变，他连忙询问道：“您的意思是，我是无限级吗？无限级是什么？人类等级和天赋的最高级不是顶级吗？”司徒石白见张平不理解无限级的意思，便缓缓解释道：“人类就算异能再强，觉醒者穷其一生也只能获得一个，但无限级不一样，它能解除天赋数量的上限，还可以不断觉醒出新天赋。”说到这，司徒石白的眼神忽然严肃起来，露出了一抹淡笑：“有件事我非常好奇，不知道我的无限级天赋其人知道，能否复制你的无限级天赋契约宝石？”这个男人只是对眼前的手镯使出了鉴定术，却看到了让他无比震撼的一幕。就在刚刚，扫除队首领忽然找到了张平，并表示想要复制他的契约宝石天赋。为了让张平配合试验，司徒石白便再次开口道：“我不会白白试验，无论结果如何，我都会给你一件谢礼，还有就是回答你所有的疑问。”但张平还是冷静道：“那我可以拒绝吗？”司徒石白忽然伸出手，一个装着金色手镯的盒子忽然凭空出现。“你当然可以拒绝，不过不妨先看看我的谢礼。这枚手镯名为黄金宝库，是我早年常用的装备，它封存着一个技能储存。你应该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吧？”张平看着桌上的手镯，说不心动那绝对是假的。储物空间正好是他的刚需，顿时他就有些兴奋道：“司徒老先生，您真是太慷慨了。”见张平答应，司徒石白便再次抬手，然后发动自己的天赋，同时开口道：“把你的手伸出来。”接着司徒石白就伸手与张平对掌，一团诡异的能量猛然窜起，迅速包裹住张平的手。在开启了复制能力的天赋后，司徒石白瞬间就陷入到了沉默当中，整个过程持续时间也就几秒的时间。结束后，司徒石白就忽然发出一声叹息，随后张平就收回手，有些莫名其妙的询问道：“这就结束了吗？”司徒石白则淡然的点了点头：“结束了，你的能力我无法复制，就连那些衍生的能力都无法复制，看来你的能力非常特殊。”司徒石白虽然失望，但却并不意外，既然试验完成了，那他从现在开始就是你的了。张平在接过黄金手镯后，立即就对其使出了鉴定术，在鉴定成功的同时，张平眼前就浮现出一幅幅恐怖的画面。只见画面中一个女人被捆绑起来，浑身伤痕累累，血迹斑斑，接着黄金溶液就浇注在她的身上，几个觉醒者站在她四周，同时发动能力，渐渐这个女人身体燃烧起火焰，连带着黄金都被焚烧成烟，然后就只剩下这么一个手镯。在看完手镯的制造画面之后，张平的脸色立即就变得不太好看，这难道是手镯的制造过程？这些特殊装备都是用人命换来的吗？如此行径也太残忍了。张平在平复心情后，这才看向司徒石白询问道：“司徒老先生，所有特殊装备的制作过程是不是都这么残忍？”而司徒石白在端起茶杯闭目品茶后，这才解答道：“200年来都是如此，即使如今已命令禁止，却仍有不法之徒暗中以人祭器。我本想摧毁此物，但如果你能妥善使用，去惩恶扬善，那这件道具的亡灵也能安息。”张平突然意识到自己所知道有关200年前的内容好像很少，他便有些好奇道：“200年前明珠城是什么样子？到处都是这般草菅人命吗？”闻言，司徒石白不由看向张平手上的手镯，然后点了点头表示默认。接着司徒石白就表情严肃地开口道：“200年前，明珠城还不叫明珠城，那时候它的名字叫珠城，而统治这座城市的是一个家族——御兽朱家。明珠城所有人都是他们朱家奴隶。”这个男子在经过司徒石白的解惑之后，终于了解到明珠城危机的幕后黑手。就在刚刚，司徒石白道出了200年前御兽朱家制作特殊道具的恶行。说着说着，司徒石白不禁陷入了回忆当中。御兽朱家统治下的朱城，所有人都是他们朱家的奴隶，所有人都看不到未来，看不到希望。男子日夜操劳，却只能得到一丁点食物；女子稍有姿色，就会被选为朱家奴婢，成为纨绔子弟的玩物。孩童全都被集中管理，日日夜夜被灌输效忠于朱家的思想，而那些无法劳作的老人则被当作饲料。
为给朱家所驯服的异化兽。那时候一旦有谁成为觉醒者，不是被控制奴役，就是成为制作装备的材料。正因御兽朱家的作恶多端，许许多多觉醒者都潜逃到城外，一些有志之士默默积攒力量，最终齐心协力推翻了朱家的统治。张平听完后可以想象当时的局势，或许那时候觉醒者比现在还惨。而司徒石白则唏嘘地叹了口气道：还有别的问题吗？张平有很多问题想问，但在深思熟虑之后，还是决定先问最想不通的问题。司徒老先生，您那么厉害，为什么不出手解决月王子，再次解放这座城？司徒石白却忽然摇了摇头，发动天赋加密通话后，这才解释道：不是不出手，而是不能出手。你可能会误以为明珠城的防御很弱，连被天长湖入侵都一无所知，但这是错误的。其实明珠城的防御体系相当完美，不但外围有调查队对新出现的异化兽进行调查驱逐，城门附近也有巡防队定期清理有威胁的异化兽。除此之外，城内还有着王者神器日月明珠，在日月明珠的领域范围内，所有生物都会被强行降级到40级以内，也就是说，即使有王者级异化兽入侵，也会被降级为顶级。说到这，司徒石白忽然从椅子上站起，一脸冷峻道：而我就是顶级中毋庸置疑的最强。可接着司徒石白却忽然发出一道叹息声，可现在神器已经失去了控制。张平闻言不禁脸色铁青地看向司徒石白询问道：白老，您的意思是城里有人做内奸吗？司徒石白则点了点头解释道：聪明，城主失踪后，明珠城内除了我之外，只有御兽家族的余孽知道该如何控制神器。一听到这，张平立马握紧拳头，脑海里浮现过去看到的一幕幕，他的眼睛里仿佛有火焰喷出，是御兽朱家关闭了日月明珠，然后把天长湖放了进来。最近异化兽聚集暴动也和他们有关，为什么当初不彻底杀光这些人渣？闻言，司徒石白不禁苦笑一声，叹息道：推翻朱家的统治后，我们一直尝试扫清朱家余孽，可杂草又如何除得尽？恐怕是因为他们在明珠城经营了数百年，底下的根深不可测。张平也知道当时情况三言两语根本无法说清，毕竟会有许多被洗脑的渔民暗地里效忠朱家。接着张平就强行冷静下来，暗暗分析道：这一次天长湖入侵又太多的疑点，御兽朱家有何目的？城主现在是死是活？引发异化兽暴动又是为了什么？天长湖一族的王者拥有什么能力？张平知道目前这些问题无法得到答案，司徒石白出手必须慎之又慎，否则落入敌人的圈套里。司徒石白一旦战死，明珠城就真没救了。就像是前世的战争，核武只是威慑，不到关键时刻不可轻动。哪怕月王子不断挑衅杀人，谁都可以冲动，唯独司徒石白不可以。就在张平沉思之时，准备离去的司徒石白忽然停下脚步，开口道：虽然你的能力我无法复制，但我们需要你。接着司徒石白就猛然转身来到张平跟前，伸出手来：张平小兄弟，你愿意加入扫除队吗？经过司徒石白的解答，张平已经揭开了很多迷雾。为了给苏静瑶报仇雪恨，为何那些丧生于虎嘴的人们？张平毫不犹豫的就握住了司徒石白的手。接着张平就无比冷静且认真的回应道：我愿意。现如今唯有除掉城内的天长湖，才能让他脱。这个男子本想用自己的新天赋装一下叉，却没想到竟遭到了弱点暴击。前不久，在张平被司徒石白拦下的时候，铁之魂铁匠铺内，仇强趁着最近有空，便将那些破损的装备维修整备。见强姐忙碌打铁，王杰敏忽然叹气道：这都好几天了，也不知道张平什么时候回来。闻声，强姐立即就停下了手上的动作，打趣道：怎么想他了吗？难怪这几天看你心不在焉的。王杰敏当即就慌忙解释道：哪有，只是这几天没人指导我练拳。旋即王杰敏的脸上就浮起一抹忧色，也不知道他在城外怎么样了，会不会遇到什么危险？强姐见状立即就凑到他身后打趣道：你看看自己那小媳妇的样子，还说没有天天想他。随后强姐就脸色一正，拿着刚敲打完的匕首开口道：好了，不逗你了。接着强姐就一边给武器冷却，一边安抚道：其实城外的村落和危险异化兽出没的区域都已经被标记出来了，只要张平不闯入那些地方，基本上还是安全的。闻言，王杰敏立即就有些惊愕的询问道：明珠城之外还有村落吗？见王杰敏那副惊讶的表情，强姐立即就抹了抹额头的汗水，解释道：当然有，那些村落往往封闭落后且排外，有很多甚至将异化兽当作神明膜拜。如果你日后在野外行走遇到村落，最好直接避开走，不然被他们抓住很有可能会成为奴隶或者祭品。王杰敏见强姐说的这么严重，他不禁有些狐疑道：大家都是人类，应该能沟通吧？可强姐却忽然露出一抹狞笑，恐吓道：他们根本就不能算是人，在野外最危险的并不是异化兽，而是这些野人。他们有些喜欢戴着诡异的面具，然后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你身后，直接将你给掳走。就在强姐说的入迷的时候，王杰敏则一脸惊恐地望着他身后忽然冒出的漆黑人影，惊慌道：强姐，你说的是不是像他那样？此话一出，强姐立即就转身朝着身后看去，在看到那道漆黑的面具人影后，她立马点头道：就差不多是这副德行。接着那道诡异的面具人影就迅速靠近强姐，而强姐这下瞬间就一惊，终于意识到不对劲了。胆小的王杰敏这下彻底坐不住，直接就从椅子上跳起，被吓得哇哇叫。这团迷雾内部赫然是张平在搞鬼，他正好尝试新能力来试试效果。而强姐在回过神来之后，立即就精准的飞出一脚，张平猝不及防就结结实实的挨了这一脚，一阵剧痛
痛瞬间从大腿根涌上大脑。哪怕张平最近升了几级，身体素质得到强化，在这一脚之下，整个人也瞬间愣住了。接着张平就连忙下达强壮无事发生的命令，一脸淡然道：“强姐，你这招太死吧！”出现了！已故的亡魂苏静瑶竟毫无征兆的再次出现了。就在刚刚，笼罩在迷雾之下的张平在吃了一记断子绝孙脚后，立即就强装镇静道：“强姐，你这招也太损了吧！”而强姐在一脚踢中忽然冒出的张平后，便将王杰敏护在身后，大喝道：“你是谁？”张平闻声连忙散去脸上的面具，浑身直哆嗦的夹紧双腿，颤抖道：“是我呀，强姐。”本以为他是野人的强姐和王杰敏在确认是张平后，立即就不约而同没好气的白了他一眼，同时暗暗松了口气。接着强姐就直接逮着张平的脑袋揉捏道：“混小子，回来也不提前说一声，还装神弄鬼吓我们。”张平顿时就有些无奈的强装镇静道：“我这不是刚到家就听见你们聊野人村落，想给你们增加点气氛，没想到你转身对着我就是一脚。”强姐却忽然走到门口，拿起外套询问道：“你这算是集训完了吗？”张平则点了点头道：“是的，接下来我就在城内巩固自己的实力了。”此话一出，强姐便急匆匆道：“那正好，今天刚好找到关于珊珊的线索。”接着强姐就穿上外套，急切的转身告别道：“既然你回来了，那我也准备出城一趟，刘叔就拜托你照顾了。”可谁料强姐在临走前却说出一番让王杰明脸红耳赤的话：“某人可是每天都魂不守舍的在等你，我就不打扰了。”还没等张平弄明白这番话的意思，王杰敏就逃也似的朝门外准备跑路。可就在他准备走出门口之际，却忽然停了下来。接着王杰敏就站在门口，忽然开口道：“张平，闻声。”张平顿时就愣住了，然后有些懵逼道：“怎么了？”下一秒，王杰敏就猛然转身，一脸安心的笑道：“你能平安的回来，真的太好了。”张平没说话，只是摆了摆手跟王杰敏告别，但他的内心不禁被王杰敏所触动。来到这个世界这么久，还是第一次有回家的感觉。就在张平走神之际，刘叔却忽然出现在他身后，打断道：“人都进房间了，你还在这傻笑什么？”接着刘叔就说出一番让张平疑惑的话：“明天一早你就去找仇强，就说我得了重病，让他别出城了。”见张平一副傻萌的模样，刘叔立即就敲了敲他的脑袋，解释道：“不用这样看着我，我没傻也没病，都是装的。我心里清楚得很，珊珊失踪了那么久，多半是遭遇到什么不测了。我女儿的实力我最清楚，小强想调查珊珊的去向，但我担心她也会遭遇不测，所以只好装傻，让她没时间去冒险。”听完折后，张平现在终于明白刘叔为什么装病，但他还是忍不住问道：“这样强姐就不会去冒险了吗？”刘叔在呼出一口浊气后，便苦涩的笑了笑：“那丫头重情义，心里一旦有了牵挂，就会考虑更多，不会轻易涉险。你在锻造这一块很有天赋，不过小强不太会教人，而且对于锻造也不是特别上心，所以有不少疏漏之处。接下来几天，我会教你真正的和面锻造术。”说到这，刘叔的脸色忽然猛地一阵严肃道：“我这门手艺虽不算什么绝密，但也是刘氏独有的技艺，你可得给我用心学。”闻言，张平立即就捏了捏拳头，一脸坚定道：“是，我一定不辜负刘叔的期望。”随后张平就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中，劳累了一天的他一下子就陷入到了沉睡当中。在迷迷糊糊当中，他跟上次差点被天长湖王子干掉的那一次一样，耳边隐约间响起了苏静瑶的声音。只见他的眼前忽然飘过一团朦胧的迷雾，逐渐化作苏静瑶的模样，同时传出阵阵低声的呼喊：“张平，张平，是我，加油，我等你！”就在张平被惊醒之际，铁之魂铁匠铺外，一块散发微光的羽毛忽然从半空中缓缓落到了面。这个采花贼精心策划，迷晕了苏家大小姐，可却没想到竟被忽然出现的迷雾给当场吓尿。前不久，刘叔为了不让强姐出城，决定将真正的和面锻造术传授给张平。就在那天的晚上，张平却清晰地听到了苏静瑶的声音。之后，强姐如刘叔所愿没有出城，刘叔也偷偷教会张平真正的和面锻造术。张平将锻造术用在了冥雾上，冥雾得以化为更精准的形态，某种意义上来说也算是变强了。王杰敏则是成功掌握了前3式中的元王式。而那一晚，张平很确信自己听到了苏静瑶的声音，这感觉似曾相识。于是当晚他便向扫除队求证：“队长，铁匠铺附近是否有天长湖伪装？我刚才听得很清晰。”可得到的回复却让张平很意外：“张平，我们早已净空你们活动的区域，不可能有天长湖。如果不是风雨者听到的，那会是什么呢？”张平是想过另一种可能，苏静瑶是不是并没有死，而是以别的方式活着？为了报仇，也为了找寻答案，他决定要亲手撕下苏静瑶天长湖的面具。3天后，月夜之下，夜深人静，曾小凡身穿夜行衣，脸上戴着桃花面具，正在苏家门口鬼鬼祟祟的走着。一来到苏家的宅院的门口，他便熟练的拿出铁棍，将大门给撬开。很快他就将大门给撬开，而里面正熟睡的女子却并没有被他这番撬门的动静给吵醒。望着前面熟睡不醒的美女，曾小凡面具下那丑陋的脸庞不禁露出一丝邪笑。睡得这么沉，看来我今天吓得要奏效了。接着曾小凡就猛地一把将女子身上的被子掀开，发出一阵笑声。早听说苏家小姐身姿丰润，肤白如膏，美貌艳绝，今晚老子就先尝个鲜，看看是不是大家传的那么润。就在曾小凡想要对苏家小姐动手动脚之际，
气，门口处却忽然飘进来一团漆黑的迷雾，同时传出一道冰冷的声音：“曾小凡，闻声。”曾小凡立即意识到情况不妙，连忙停下手上的动作，转身朝着身后斥喝道：“什么人？”可让他惊慌的是，四周并没有人，只有滚滚黑雾在翻腾，同时不断传出声音：“曾小凡，绰号矮脚泰迪，身高1.5米，长相猥琐下贱，不讨女子喜欢，渐渐心理扭曲变态，近10年来祸害女子无数，我可有说错？”这一刻，曾小凡眼睛都瞪直了，你到底是什么人？而那团黑雾则悄然在他身后凝聚出一个漆黑的人影，接着那道黑影就散发出一道猩红之色，冷漠的声音再次传出：“我奉命前来收你的命。”话音刚落，曾小凡浑身汗毛瞬间炸起，脚底有一股寒气直往脑门上窜，他立即意识到此地不宜久留，赶紧开溜，但他还是不禁暗暗嘀咕道：“苏家人应该全被我用药迷晕了才对啊！”曾小凡根本不清楚忽然出现的那玩意是人是鬼，但他已然意识到情况不妙，开溜才是最正确的做法。可还没等他跑出几步，一道漆黑的尖刺就猛然激射而出，贯穿了他的小腿，接着就响起啪的一声，小腿受伤的曾小凡立即就狠狠地摔倒在地，而那团黑雾则快速来到他身后，开始凝聚。这个男子面对连环杀人犯所犯下的种种罪孽，他势必要累加数倍返还。就在刚刚，张平在逮住了采花贼后，便用迷雾直接贯穿了他的小腿。曾小凡感受到小腿上传来的刺痛，他在倒下的瞬间就被吓尿了。你别过来啊！曾小凡所感受到的恐惧，瞬间就让张平的迷雾储量飙升，而张平则步步紧逼道：“你还要挣扎吗？”曾小凡只看了张平的身影一眼，浑身汗毛就瞬间炸起，一股寒气直往脑门上窜，接着被吓尿的曾小凡就直接当场昏厥了过去。张平见状立即就踢了他几脚，吐槽道：“还以为连环杀人犯都是狠角色，这就晕过去了吗？”这是张平入队以来的第一个任务，这样的话，这个任务就算是完成了，之后把他带回去交给其他人处置就可以了。随后张平就将曾小凡的面具给拿了下来，然后直接对其使出了鉴定术，接着曾小凡的属性面板就出现在张平眼前。曾小凡，人类，成长值2星，终极觉醒者，等级13，药物精通，能够解析物品是否拥有药用性，并可以加以利用配置出物品。桃花面，品质普通。曾小凡作恶时所佩戴的面具。张平看完曾小凡的天赋后不禁暗暗感叹道：觉醒了这么好的能力，却用来作恶，真是个败类。接着鉴定术的画面回放就猛然浮现，只见一个妇女正趴在地上哀求着：求你放过我的女儿。可曾小凡却直接一脚将她给劈开，吃了我的药还这么不老实，要怪就怪你的老公吧，如果不是他早早的走了，我也不会盯上你们母女俩。一个巡防队队员成天说什么要誓死守卫明珠城，这下真死了吧，真是可笑。不过也要感谢他把你们两个留给我了呀，哈哈。接着曾小凡就猛然抓起地上的少女狞笑道：别着急，等劳资玩够了就送你去见他，你们都是我的玩物。这一次的鉴定术，张平看到了无数让他怒火冲天的画面。曾小凡每次在得逞之后，都会将那些被他染指的女人全部处理掉，而张平此时是既愤怒却又冷静。他这段时间看过太多悲惨的画面，已经对悲剧有了一定的抗性。而曾小凡已然悄然从昏迷中醒了过来，在发现张平拿着自己的面具失神之际，他立即偷摸伸手进口袋里摸索了起来。接着曾小凡就猛然起身，发出一阵得意的笑声，同时将口袋中的药粉撒向张平。见张平被那些药粉给结实的甩中，曾小凡立即就得意了起来：哪来的小子，坏老子的好事！这药粉量足以迷晕大型异化兽，等你睡着，劳资要好好的折磨你。而浑身被迷雾包裹的张平根本没有吸入一丁点的药粉，他忽然猛地捏碎手中的桃花面具，冷声道：你该死！见张平并没有被迷晕，曾小凡顿时就慌了，什么情况？怎么还没起效？难道是因为下雨吗？下一刻，一柄由迷雾所形成的匕首忽然猛地从张平的手上急速飞出，曾小凡的手掌瞬间就被分离了。在这雨夜中，雷鸣和雨声当中，瞬间就夹杂起曾小凡痛苦的哀嚎声。张平虽然愤怒，却也能够保持冷静，他缓缓抬手再次冷声道：这一刀是为了那位用生命保护女儿的母亲。接着张平就迅速催动迷雾，手中瞬间凝聚出3柄漆黑的匕首，同时传出他冰冷的声音：这一刀是为了那位宁死不屈的姑娘。话音刚落，张平轻轻的一挥手，迷雾凝聚而成的匕首瞬间激射而出，曾小凡顿时就发出一阵哀嚎之声。吃痛的曾小凡连忙将身体翻转过来，背对着张平想要疯狂的往前爬，可张平的声音却再次传出：这一刀是为了缅怀那位巡防队的英雄，这一刀是为了缅怀那位正义的侦探，这一刀是为了铭记那位无名的觉醒者。张平一刀又一刀，地面上已经全是曾小凡爬行留下的血痕与身体零件了，他已经没有力气了。他躺在地上痛苦的哀嚎道：疯子，你就是个疯子。而张平站在曾小凡身侧，看着已经疲惫不堪的曾小凡，空洞的声音缓缓响起：以现在的技术及时治疗的话，你还有救，我给你一次机会。接着张平就指着苏家大门开口道：只要你能爬到大门那里，从大门出去，我就饶你一命。张平并不想曾小凡死得太轻松，他不配有这样轻松的死法，他给那些人受害者所带去的绝望，张平势必要累加数倍返于他。
这个一心想要拯救明珠城的男子，现如今却对自己的信念产生了怀疑。就在刚刚，张平为了不让曾小凡挂得太轻松，竟然表示只要他能从门口走出去，自己就放他一马。为了让曾小凡看到希望，张平便再次开口道：“记住，这是你最后的机会。”果然，曾小凡眼睛里再次出现名为希望的光芒。他还不想死，自己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曾小凡立即忍着剧痛，咬牙拼命往前爬。见张平果然没有出手，他不由暗暗窃喜道：“等老子养好伤，一定要让你小子付出代价。老子要将你剥皮拆骨，以报今日之仇。”曾小凡是越爬越兴奋，望着越来越近的大门，他顿时就露出一抹狞笑：“老子不能死在这，还有无数年轻漂亮的女子等着我一清方泽。老子还没玩够。”在强烈的求生欲下，他慢慢爬向大门。每一次爬行，伤口与地面摩擦都让他剧痛无比，但他还是强忍着痛苦爬到了门口前。一爬进门口，曾小凡就迫不及待地抬手想要将大门给推开。他坚信自己可以活下来。曾小凡拼命地抬手想要触摸门栓，只要打开这扇门，只要离开这里，他就能活。但门栓离地面大约1米左右，问题是他双腿已经废了，他根本够不着门栓，明明就差那么一点点，但就是遥不可及。接着曾小凡就开始奋力地锤击大门，但这座门很厚实，即使他是终极觉醒者，也依然无法撼动这座门。就在这时，张平的声音悠悠地响起：“这门你这辈子都打不开，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曾小凡，你失败了。”曾小凡在听着张平阴森恐怖的声音后，立即开始绝望地大喊大叫，疯狂地锤击大门。而张平在来到他身后之后，便一脸阴沉地开始催动体内的冥物。接着张平手上轻轻一挥，大量冥物骤然爆发，直接轰击在曾小凡的身体上。顿时他就爆发出一阵痛苦的嚎叫。紧接着张平眼前就浮现出一个提示框，由于越级击杀对手，全属性额外提升1，目前个人属性体力28，精神无限，力量29，敏捷29。而张平在看到提示后并没有露出丝毫的喜悦，他有些忧伤的微微叹了口气，那些死去的人终究不能复活。这一刻，张平对自己的信念产生了怀疑。我以为只要干掉天长湖就能让明珠城回归安宁，拯救大家，可是像这样的人真的值得被拯救吗？旋即张平就抬头看着天上被遮蔽的明月，心情复杂的自嘲道：“拯救个屁，人家本就该诛，没必要圣母心发作。”就在这时，张平的风雨者天赋忽然生效，一道沙哑的声音猛然传入他的耳中：“你确定在瀚海学堂吗？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找机会带走。”闻声，张平立即就开始东张西望了起来，但苏家宅院中并没有其他人存在。顿时他就一惊，什么情况？又来一个曾小凡吗？张平单顾不得多想，就连忙从身上掏出一块玉佩，接着他就将玉佩放到嘴边，脸色阴沉的低声道：“队长，采花贼的任务我完成了。此外，我通过风雨者听到附近的瀚海学堂有状况，好像说要强行带什么。”这个男子意外发现史诗级特殊物品，但这件物品的制作回放却将他给震撼住。就在刚刚，张平通过风雨者天赋，意外发现有人想要在瀚海学堂搞事情。身在扫除队总部的司徒石白在听到张平的汇报后，立即就眉头一紧，然后就朝曼妮示意道：“瀚海学堂那边有情况。”而曼妮在通过天赋搜寻之后，忽然眉头一皱道：“不行，我无法感知那边的情况，有人布下了结界，即使是我也无法探查，看来非等闲之辈。”司徒石白闻言立即就意识到事情不简单，他连忙给张平发去通讯：“张平，你先过去，实时汇报情况，我马上联络刘思善、曾元道，之前不可轻举妄动。”在得到指令后，张平立即就快步跑出苏家，然后朝着瀚海学堂的方向飞奔而去。与此同时，瀚海学堂内一道猩红的结界早已升起，将整座学堂笼罩在其中。此时3名身穿黑衣的神秘人正提着绿色的手提灯，鬼鬼祟祟的在学堂中似乎在寻找什么一般。其中一名白发男已然找得有些不耐烦了：“可恶，这都找了15分钟了，陈学丽到底把这娘们藏哪去了？”就在这时，其中一名绿毛男似乎察觉到什么一般，忽然猛地停下脚步，警惕道：“老大不好，有人进了结界。”此话一出，走在最后的那名胖子立即就慌了：“什么？难道我们的行动被发现了？”而领头的白毛男却不以为然道：“扯淡，有镇龙石和提灯双重保险在，不可能有人探查得到我们。”虽然白毛男嘴上说的轻松，但他还是暗暗紧张了起来。即便如此，进入结界的家伙要是惊动了陈学丽就麻烦了，哪怕我们隐藏了气息，也没法当着他的面把人掳走啊！一想到这，白毛男立马就加快脚步，同时催促道：“赶紧的，时间不多了，无论如何都要把他找出来。”此时天空还不断下着雨，雷鸣和雨声覆盖了整座明珠城。而赶到瀚海学堂的张平，在来到大门后忽然就停下了脚步，望着矗立在门口的龙形雕像，张平顿时就感到有些奇怪，然后果断对其使出了鉴定术，但结果却是一连串的鉴定失败。在连续鉴定失败了许多次后，张平才终于鉴定成功。要知道他目前的鉴定术等级可不低，鉴定失败这么多次，显然这座雕像并不简单。接着张平眼前就出现物品介绍：镇龙石东，史诗级，4个镇龙石按照对应位置摆放将形成镇
阵龙破斗结界，可覆盖并破除绝大多数结界。下一刻，张平就看到阵龙石被制造的画面，转动的石墨，无数不断发出惨叫的觉醒者，番茄酱一滴滴的落下，透过一件漏斗形状的特殊装备，鲜血最终变成黑色的液体，这些黑色液体又被另外一件圣母类烛台模样的特殊装备融入到阵龙石中。经过黑色液体的浇筑，阵龙石上盘踞的黑龙双眼开始时渐渐发亮，直至变成血红色。看完这些，张平的脸色瞬间就变得不太好。这阵龙石也是由人机制造出来的吗？这下张平可以肯定，绝大多数特殊装备道具制造过程都是惨无人道的。他望向瀚海学堂的双眼逐渐坚定，他们看起来不像三大组织的人，难道是朱家的孽吗？欲受朱家浮出水面，张平毅然决定开始追击。就在刚刚，张平刚赶到瀚海学堂，就发现了朱家余孽的踪迹。他知道这些人肯定在酝酿着什么大阴谋，绝对不能让其得逞。只因2个月前明珠城之所以会落入天长湖之手，可以肯定是因为朱家在背后搞鬼，而且现在他们还要在瀚海学堂中带走某些东西。张平不禁边进入学堂边暗暗思索起来：朱家引入天长湖，聚集城外异化兽，究竟有什么目的？或许能通过他们这次行动找到线索。才进入学堂没多久，张平就察觉到不远处传来了异响，他顿时心头一紧，好像有什么东西出来了，我先躲起来吧。接着张平就连忙躲藏在门后，然后启动夜行者天赋隐藏起来。而朱家3人在掳走了一名绿衣女子后，便小心翼翼地从窗户出来，准备开始跑路。白毛男在出来后立即就开始东张西望起来，他感觉刚刚进入结界的人看样子并不在这里。接着白毛男就将手中的提灯关闭，吩咐道：应该没事了，把提灯熄了吧，最后一点能量要省着点用，以备不时之需。任务顺利完成，为了避免节外生枝，白毛男便果断吩咐道：我去把镇龙石收起来，不能留下痕迹。张平见对方要跑，立马果断使出鉴定术，然后低声汇报道：确认敌人为朱家势力，一个20级有探查技能的，一个17级念力能力者，还有一个15级的催眠能力者。接着张平就对他们手上的提灯进行鉴定，夜莺提灯可遮掩自身气息、气味一击信息，目前能量16点。在看完提灯的信息后，张平立即就明白了，怪不得刚才看不见他们，原来是用这个东西隐藏了气息。不过看样子这东西的能量快用完了。随后张平就对那名昏迷的女孩使用鉴定术，姓名陈俊廷，种族人类，终极觉醒者，等级13，瀚海学堂，成长值12星，天赋圣母之血，体内的血液能提升对生物的亲和度，可以感化一切异化兽，使其成为狂热追随者。能力升级后可变成被动技能并扩大适用范围，饮用圣血者将无法使用能力，并且厄运连连。这女孩那高到离谱的成长值绝对是张平目前见过最高的，还有她的能力简直就是契约宝石的进阶版。张平看完鉴定的结果后不禁皱起眉头，暗暗猜测起来，朱家是想通过她来控制谁吗？虽然张平不知道这些人想要做什么，但不管怎么样，那女孩是无辜的，绝不能让朱家得逞。然而就在张平思索之时，那3人的所在的位置忽然传出嗖的几声，才刚走出门口的几人瞬间就原地消失了。3人的身影一消失，张平的鉴定术立即就中断了。这下子张平顿时就慌了，他连忙从学堂走出，愕然道：好了吗？曼妮他们去哪里了？你能查到吗？曼妮在收到张平的信息后，立即就开始催动能力感知，然后回应道：感知到了，那几个人正往城外方向去，按这个速度，思思恐怕是追不上了。下一秒，通讯器就传出张平果断的声音：我去拖住他们。司徒时白文生立马开口道：等等张平，别冲动，先保证自己的安全。而张平则迅速锁定3人逃跑的方向，坚定道：朱家是这一切的罪魁祸首，绝对不能让他们逃了。虽然我打不过，但我可以用明雾拖住他们。为思思姐争执间，这个男子利用刚掌握的活面锻造术技巧，结合明雾天赋，竟幻化出明雾异化兽，并且还想要以1敌3。就在刚刚，朱家3人在掳走陈俊廷后，便朝着城外亡命奔逃。他们向着西方逃离，正好与刘思善来的方向相反。可他们没还跑出城门，距离他们不远处的树林忽然发出一阵异响，警惕的白毛男立马就停下了脚步。接着林中就爆发出一阵兽吼，一只通体漆黑、缭绕着诡异明雾的狼形异化兽猛然从中窜出。白毛男一眼就认出了明雾，顿时他就脸色骤变，这是明雾异化兽，怎么会出现在城里？而这只忽然闯出的明雾异化兽，真是张平通过明雾能量所幻化成的。他隐藏在明雾当中，不由暗暗庆幸道：多亏了活面锻造术，明雾伪装的不错，但要小心不能被那个20级的鉴定术师识破。白毛男的能力正是鉴定，眼看这头狼看上去很强，他立即就果断催动鉴定术，想要看看是多少级的异化兽。可张平又怎么会让他鉴定呢？他一眼就识破了白毛男的举动，迅速喷出数团明雾，打断了白毛男的鉴定术。虽然张平以1敌3，但他却率先发起攻击，直接双腿一蹬，开始飞速冲刺。张平果断选择白毛男作为目标，只因鉴定术师一般没有多少报名手段，眨眼间张平就袭到了他的身后。不过身为终极觉醒者的白毛反应也不慢，他在飞身躲开了扑咬后，立即就开口道：黄三，快催眠他。而白毛虽然躲开了攻击，但也狼狈的摔倒在地。得到命令的胖子黄三不敢怠慢，连忙张开双臂，开始对张平使用催眠术。随着能力的发动，黄三身上开始飘荡出淡淡的紫雾，就连他的瞳孔也随之变成了诡异的紫色。而跟黄三对视上的张平则佯装出一副被催眠成功的模样，傻愣在
原地一动不动。黄三望着呆愣的明悟异化兽，立即就松了口气，朝白毛开口道：“很好，催眠奏效了。”而张平见黄三放松了警惕，立即就喃喃嘀咕道：“我的精神力是无限，所以能免疫精神控制，现在倒是可以利用这一点，假装被他控制来拉近距离。”黄三则以为自己成功催眠了，他不断的催动能力，并缓缓朝张平幻化而成的异化兽走去。在来到张平跟前后，黄三忽然将手伸到了狼嘴的边缘，并且不断重复着：“别动，别动。”下一秒，张平果断趁着这个绝佳时机，猛然出手偷袭，狼爪带起的滚滚迷雾迅猛地砍向了黄三。而黄三虽然被吓了一跳，但在张平出手的瞬间，他还是迅速侧身，堪堪躲开了利爪的袭击。接着迷雾巨狼就猛然张开巨嘴，在张平的意念控制下，直接咬向黄三。本就被吓了一跳的黄三，这下避无可避了，脖子瞬间就被狼嘴给狠狠地咬住。接着就传出黄三痛苦的哀嚎：“老大，救我，快救我！”白毛见状瞬间一愣，然后果断起身想要出手救援黄三。而身为念力能力者的黄武在这一刻也迅速出手，一股念力瞬间就自他身上迸发而出。黄武迅速操控念力包裹住张平的身体，然后猛然大手一挥，张平所幻化出的巨狼瞬间就被强横的念力给推飞。而张平在击杀了黄三后，等级提升到了9级，全属性提升了1点。由于越级击杀敌人，全属性额外提升1点。目前他的体力30，力量31，敏捷31，精神无限。在这个关键时刻升级，张平顿时就暗暗松了口气，成功了，接下来只要拖住他们2个就行了。可就在这时，黄武忽然再次出手，念力超重力技能猛然发动，被超重力覆盖的张平瞬间就感觉浑身变得奇重无比，身体止不住的往下沉。面对17级念力者的技能，只有9级的张平根本挡不住，他所幻化的巨狼瞬间就被压趴在地。张平想要起身，但身上的念力却压得他动弹不得，他的脸色瞬间就难看了起来。糟了，动不了了。而领头的白毛也在这时对张平使出了鉴定术，并且还念出了他的信息：姓名张平，等级9，初级觉醒者，同时从属于铁之魂铁匠铺和扫除队，能力不明。在看完张平的信息后，白毛的脸色瞬间就变得狰狞起来，居然是人类，而且是9级的菜鸟，竟然也敢打肿脸充好汉。既然你是司徒石白的人，那就不能留你活口了。而被念力压制的张平虽然陷入了绝境，但他还是暗暗分析道：超重力这招，司徒石白上次也对我用过，保持冷静，一定有办法。